却又惊雷起。长烟落日山河灼，你在缥缈云里花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每次想起你，依稀枕边耳语；每次见到你，铁马几个监狱。荡气回肠千山外，悠悠在我心里梦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参见陛下，众卿平身。谢一下。众位爱卿，1年多来，承蒙上苍眷爱，风调雨顺，四海承平，关河宁定，民生安乐，是朕之幸，天下之幸。全赖皇帝文治武功，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方有此太平盛世。3日之后是盂兰盆节，朕要去含光寺进香。三思，此事安排妥当了吗？陛下，臣已会同礼部及鸿胪寺，将一切事务妥善安排，静候陛下临幸。怀英，臣在。怀英啊，这1年多来，你内里庙堂，外治关河，劳苦功高啊。3日后进香，阁台及6部9卿，就由你为首带进。臣谢陛下天恩，然根据朝廷旧制，阁台及6部9卿应由太子为首带进，以微臣为首，恐有僭越之嫌呐。朕意已决，不必再言。是。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告诉显儿，我的人会盯着他，直到他死。道法。叔父，哦，如燕呢？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我想，你想和我聊聊，对吗？好吧，整晚的月看唐报，的确是有些累了，正想找个人聊聊。说吧，想聊些什么？叔父，有元芳的消息吗？我就知道你要聊元芳。他已经走了2个多月，一点音讯也没有，真让人担心。是啊，自打崇州案之后，那个神秘的蛇灵组织便在江湖之上销声匿迹。我们按照你的指点，突袭了他们的总坛和几座分坛，然而都已经是人去楼空。这么一个庞大的团伙，竟好像是在一瞬间便人间蒸发了，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呀！此次元芳奉命出行，暗中查访，不知道能否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叔父，您说元芳不会有危险吧？危险？是啊，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在蛇灵之中有几位非常可怕的杀手，他们每一个人都身负上乘武功，极其冷静，异常凶残。你就是其中之一吧？是的，在蛇灵里一共有6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6大蛇手。排在第1的是闪灵，第2是血灵，第3就是您非常熟悉的蝮蛇虎劲辉。哦，劲辉也是蛇手之一？是的，蝮蛇在蛇灵里位列第3，是剑灵；第4是魔灵；第5才是我变灵；第6是已经在崇州被捕的贾迪春冻灵。这6大蛇手各具所长。幽州案中，蝮蛇死去，
此次在崇州，贾迪春被俘，而我又反正。蛇灵的原6大蛇手现在只剩下3个。然而，这3个人都是极难对付的人物，连我都从未见过。听说他们武功极高，而且具有神奇的遁身之术。尤其是血灵，除了大姐，几乎从没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我是怕，万一元芳遇上这几个人。如烟呐，坐，啊。这些情况，元芳都知道吗？是的。临行前，我将自己所知蛇灵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她，还将我的一个好姐妹小梅的联系方法也对她说了。可叔父，您知道，一旦元芳的身份暴露，大姐一定会用最歹毒的手段对付她。我怕……我明白，我明白。我何尝不担心元芳的安危呀？只是蛇灵之中的这些妖人阴险毒辣，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数年前的幽州，他们联络突厥叛臣莫度，险些将吉利可汗置于死地。如不是我们及早的勘破阴谋，两国战火已起，生灵将遭涂炭。而几年后的崇州，他们竟然又故伎重演，险些引发了北地全面战争。如烟呐，蛇灵一日不破，国家便无宁日啊！叔父，我刚刚做了一个梦。哦，什么梦？梦见元芳刺死了大姐，却被闪灵所杀。如烟呐，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然元芳身经百战，武功更是顶尖之术，而最难得的是他的智慧、机变和极强的判断能力。我想，就凭这几点，他就能够导险如夷，不辱使命。叔父，我真后悔，当时应该跟元芳一起去的。好了，傻丫头，妄自担心是杞人之虑。也许明天元芳就会突然出现在你我面前，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惊喜啊！跑啊！怎么跑不动了？动手吧！哼，你这个蛇灵的叛徒，你以为这么容易就会让你死？说，深夜到小庙来见谁？哼！这样吧，只要你说出实情，我就给你个痛快；否则，将你带回总坛，交到大姐手里。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再问一遍，你到小庙来见谁？哼！你听好。只要再让我问一遍，你就会失去一只耳朵；问2遍，2只耳朵就都没有了。当我问到第3遍，你当然会失去鼻子。如果让我问到第4遍，我会将你的手脚全都砍下来，然后一刀一刀将你斩成肉条。怎么样？你的刀
刀似乎还不够锋利。你是谁？你刚刚不是在问他，要到小庙来见谁？这个人，现在你见到。你是什么人？先不要考虑这个问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死吧。哼！一个死人站在我面前，竟然口出狂言，真是可笑之极。你把我当作死人吗？哼！难道不是吗？怎么样？你是自己随我回去呢，还是要我动手？这样吧，在这枚铜板落地之前，我保证这个小庙里站着的只有我们2个人。说吧，想好怎么死了吗？小梅，你怎么样？快赶回洛阳！快！洛阳哪里？山啊！小梅，你醒醒啊！大姐在厅中等您。好。大姐，他来了。让他上来。是。请吧。大姐。哼，你来了。传书收到了。是的。是你给总坛写信说要见我。正是。蛇灵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在任务达成前，互不见面。是的，我知道。什么事？说吧。
我想知道这次的标靶是谁？为什么？直觉。哦，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靶不同以往。我不能为了你破了蛇灵的规矩。那恕我不能从命。你难道要背叛蛇灵？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背叛，只是不想再滥杀无辜。哼，滥杀无辜，什么意思？这些年，蛇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倒行逆施。只要是有利于己，便不惜妄动杀伐，残害生命。大姐，这些年有多少无辜之人死在我们手上，你还记得清吗？对敌人就不必说了，只要是有爱行动，便是必死无疑。可对自己人也是一般，只要暴露行踪，便立遭非命。今崇州行动中，蛇灵各坛被灭口的兄弟姐妹就多达数十人，如此做法，实在是令人心寒呐。当年我们加入蛇灵，是为了安身立命，为仗义人侠。可现在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勾结外侮，危害国家，不顾百姓的生命，不惜挑起战争。大姐，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背上千古的骂名啊！看来你也想学虎敬辉和苏显儿啊？敬辉是我的好朋友，对他我非常了解。大姐，你想一想，是什么才会令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生命救护狄仁杰？哦，为什么？是狄仁杰用真情感动了他，才会让他做出舍命之举。而我们呢？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兄弟姐妹甘愿为蛇灵而死，因为他们感到的不是真情，而是时时袭来的恐惧。够了！好了，我们今天不说这些。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但愿吧。这次你的标靶就是皇帝武则天。大将军，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大将军，老衲不知啊。景空，这具尸身是由何而来呀？师兄，您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哼！明日皇帝就要临幸寒光寺，可现在却出了这种事情，我看你们二人的项上人头恐怕是保不住了。大将军明鉴，老衲等今天清晨刚刚查点过何寺众僧，一人不缺，一人不少。大将军，这具尸身绝对不是寺中之人呐！哦，那最近有没有生人来到寺中？出家人不打诳语，绝对没有。大将军因圣上要临幸寒光寺进香，所以自10几天前，牵牛卫便已进驻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大将军，
这一点您是最清楚的。你们起来吧，要立刻禀报狄阁老。有这等事？是啊，皇帝下诏申斥，太子才有所收敛。这些日子，武三思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他还纠合了一批大臣，要皇帝废黜太子，立他为嗣。据说前几日他还在皇帝面前提及此事，却被皇帝怒斥了一番。哦，我想啊，皇帝对梁王也不那么信任。监制啊，对于太子，我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说他性格懦弱，这一点也不假。可他并非是个好色之徒啊，怎么会？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怀英兄，日前朝堂之上，皇帝下旨，3日后寒光寺进香，你为阁台和众卿之首，这就是个信号啊。如果太子再不收敛，恐怕废黜之日便为时不远矣。这其中的厉害，太子心中比谁都清楚。他怎么会做出这等不着边际的事来呢？唉，这内中定有文章啊。落轿。太子殿下，小慧在吗？在屋中。小慧，小慧，小慧，你还知道来呀？小慧，前几日啊，皇帝下诏，申斥我沉湎酒色，不理朝事，我不得不避避风头啊。小慧，真对不起啊。皇帝所说酒色的色字，是指我吗？你说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就把这房子烧了，到庵里当尼姑去。那我就烧了那庵子，再把你抢回来。我知道你对我好。再见不到你，我就要发疯了，小慧。怀英兄，我先告辞了，恕不远送啊。桓大将军，近几日负责寒光寺的禁卫，辛苦了。阁老言重了，这是末将应尽之责。怎么样，一切还正常吧？今日，末将率牵牛卫清查寒光寺，在后院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啊，无头男尸？正是。您看此事要不要奏明圣上啊？不，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贸然上达天庭。你说呢？倒也是。阁老，您是朝中有名的审断，我看不如您辛苦一趟，先到现场探查明白，而后再做驱除。也好。我们现在就去寒光寺。是。
将军，您可回来了。大人在吗？今天是大潮，他还没有回来呢。哦，如燕呢？在他房中2个月了，李将军。您要是再不回来，如燕小姐可就要急出病了。贫嘴！救！元芳，怎么了？见了面，好话没说一句，哭什么？还不是为你担心。这是狗咬吕洞宾，让我看看你。怎么样？还好吧？你瘦了。如燕，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啊？还这么正经？是小梅。小梅？小梅怎么了？啊？小梅，她死了。什么？从伤口腐烂程度判断，此人已经死去10几天了。哦，你是本寺的僧职？正是。贫僧净空。哦，近几日寺中可有损减人口啊？回大人的话，从来没有过。刚才牵牛卫的将军们在这儿挖出了这具尸体，贫僧只觉得万分惊诧，不知道他是从何而来。你能肯定这具尸体不是寺中的僧侣？回大人，绝对不是。寒光寺中大僧有530人，沙弥300人，出用的道人和杂役120人。因圣上明日临幸，今晨方丈师兄和贫僧刚刚检查过，一个也不少。那寺中有没有外地挂搭的僧人呢？回大人的话，因圣上将要临幸，半个月前将10个挂搭僧人遣出了寒光寺。这可就奇了，庙中1人未少，却莫名其妙多了一具男尸，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谁说不是呢？贫僧也觉得万分怪异。没什么怪异的，这尸体就是你寺中的僧侣。可这怎么可能呢？阁老，可寺中的僧侣并未损减呢。你们看到了吧？食指关节处磨出了硬茧，这与正常人的手起茧之处大相迥异。这是为什么呢？净空师傅啊，请你看看自己右手的食指处。哎，也有硬茧。阁老，这是……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僧人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自己并不在意罢了。哦，净空师傅，你们在诵经之时手掐念珠，念珠不停地转动，摩擦皮肤，经年下来，这块皮肤自然就磨起了硬茧。哦，不错不错，大人真是心细如发，贫僧愚钝。末将早闻体功之能，今日才见一斑呐。哎，大人，您是说这无头尸体就是寺中的僧人？你说呢？是啊是啊，他的右手食指与我的一样，定是念珠摩擦所致。可寺中人口并无缺失，这又是怎么回事？大将军在。净空师傅，哎，这件事要严格保密，
案破之前，切不可外传。是是。好了，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好。这是小梅临终前给我的。如燕，我把它交给你，记住它吧。是我无能，没有保住他的性命。怎么能怪你呢？你已经尽力了。真是没有想到，2个月的时间，竟然是一无所获。好不容易找到了小梅，可她却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便死在了古庙之中。从今天开始，对佘灵，对萧清芳，我再没有任何的愧意，也绝不会再躲藏。他们要付出代价。相信我，如燕，小梅的血不会白流。狄大人回府。大人回来。叔父，叔父，您看谁回来了？远房，远房，大人，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大人，您还好吗？好啊，只是有些担心你的安全呢。大人，远房无能，虚耗此行，万分惭愧。好了，凡事有因才会有果，没头没脑的派你去查访佘灵的下落，确实有些难为你啊！不要自责了，把此行的情况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2个月前，我离开洛阳之后，便在江湖上追踪佘灵的下落。谁料想，这些人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花费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探听他们的踪迹，却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用如燕教我的方法，在柳州的青阳客栈给他的朋友小梅留下了一个蛇形标记。果然，几天后的夜里，小梅找到了我。 不想说点什么？你是谁？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青阳客栈中的蛇形标记是你留下的？你是小梅？ 正是。我是显儿的朋友，是他让我来找你的。显儿，他还好吗？非常好。他现在是佘灵的第1号标靶，请你转告他，一定要小心。我会的。等等，还有什么事？我约你见面，不是为了问安的。有什么事说吧。我想知道。 佘灵的总坛在哪里？还有，你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哼，我像是个佘灵的叛徒吗？不像。但是我知道，你是显儿的好朋友。我问你的问题，也正是他想知道的。现在佘灵追杀他，我们不能毫无准备。你们是什么关系？ 好朋友，我明白了，你是李元芳，对吗？你怎么知道？听大姐说起的。显儿之所以会背叛佘灵，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叫李元芳的人，还要我们引以为戒呢。显儿的眼力不差。 好了，言归正传吧。我希望你能帮这个忙。我可以拒绝任何人，
但是对于显儿，我能说什么呢？好，我答应。但是，目前我也不知道总坛到底安置在什么地方。哦，你也知道，几个月前，蛇灵的总坛秘密搬迁。我们这些分坛主只有等候总坛的通知，才能知道下落。哼，这也就是我还能够到这里来见你的原因。是这样。可如果你得到了消息，怎么通知我呢？这样吧，你待在客栈，只要有了消息，我会命人传信，让你到指定的地点来见我。好吧。如果让大姐知道我所做的事情，那么我的下场会比显儿惨10倍。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守口如瓶。在那里，我和小梅接上了头。柳州的青阳客栈，正是。那后来呢？10几天后，我接到小梅的一封密信，要我在大阳山的古庙里等她。我等了5、6个晚上，终于在几天前的夜里，小梅来了，却身负重伤。我解决了追杀她的人，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小梅真是个义女啊！她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我害死了她，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刘燕呐，小梅是为了人侠，为了义气，为了江山社稷，她的死可以说是重如泰山。比之蛇灵当中那些披着人皮的禽兽，苟活于人世之间，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呀！好，元芳，小梅临终时还说了些什么？她在弥留之际，只是断断续续的说了几句。小梅，小梅，小梅，你怎么样？洛阳哪里？山啊！小梅，小梅，这就是他临终前所说的话。我想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蛇灵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可惜伤势过重，话没有说完。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这些天我翻来覆去，把这几句话想了很多遍，可就是参详不出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正是。这几句话一定非常重要，否则小梅绝不会在弥留之际特意说出这几个字来。可是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蛇灵里，一共有6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6大蛇手。排名第1的是闪灵。是这样。大人，您想到了什么？如爷，记得几天前你曾经对我说过，蛇灵之中有6大蛇手，其中排位第1的叫闪灵，对吗？正是。那么，小梅所说的这个“闪”字，便是闪灵。闪灵？正是。之后，小梅又断断续续地说到寒，对吗？元芳？是的。那这个寒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是寒光寺。寒光寺？正是。可是，闪灵跟寒光寺有什么关系啊？皇帝在明天清晨要临幸寒光寺。你是说闪灵要到寒光寺中自驾？萧梅临终之前说的这几句话，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闪灵奉命在寒光寺中埋伏，企图自驾，因此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不错。当时他对我说的话，如果连贯起来，正是赶回洛阳、闪灵、寒光寺。而且，今日牵牛卫大将军桓斌率卫士清查寒光寺，在后园之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无头男尸？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不可说，现在还不可说呀。叔父，现在怎么办？元芳，我们马上去面圣。是。真累了，想早点休息。传旨监门卫士关闭宫门。是。第一个老，李将军。樊老统禀，就说我有要事要求见皇上。阁老，皇上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你明天再来吧。请你立即进内唤醒皇帝，就说性命攸关，请他务必允我觐见。阁老，您知道皇上的脾气，一旦他睡熟了，任何人也不敢把他惊醒，否则卑职项上的人头恐怕就难保了。我看您还是明天再来吧。大人，怎么办？元芳，立刻回府招来8大军头，我们马上赶往寒光寺。是。大将军，和尚们还在唱。皇上来进香，可把寺里的这些师傅们忙坏了。自10几天前开始，每天都要练上3、4个时辰。他们是怕唱不好，皇上打屁股。他们唱不好，不过是打屁股，可咱们要是出了错，那可就是掉脑袋。今天早晨的无头尸案还没有弄清楚，因此绝不能再出意外。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要松懈。是。走。
什么人？我，狄仁杰。狄阁老，何人在此处值守啊？是卑职。你马上替我请桓大将军来，说我有急事要见他。是。下马吧。是。阁老，桓大将军，您怎么来了？是不是今早的无头尸案有眉目了？什么？情况万分紧急，还望大将军能够协助本阁彻底清查寒光寺。唉，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阁老，请随我来。元芳，走。开始吧，走。走。弟兄们，大将军有令，东楼、五楼、北头殿要特别注意，严加搜索。是。进殿。是。仔细搜查，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是。来，搜后面。是。你搜西门坐下。是。仔细搜查。那边呢？没有。没有啊。大人，梁上什么都没有。阁老，殿中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元芳，命令卫士对大殿严加看守，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是。大人，以末将看来，如此严密的戒备，再厉害的杀手，他也不可能进得来，是不是消息有误？大将军，何处梵唱阵阵呢？哦，是寺里的和尚在诵唱太平经呢。哦，在什么地方？在第4进的佛陀殿。阁老，皇帝进香通常是到3进的弥勒殿而止，他老人家是不会进到第4进的。以末将愚见，那里就不必查了吧？走，去看看。是。弟兄们，大家分别把守大殿的各个角落。是。你们几个到那边。是。
大师，请您命众僧停止诵经。啊，是。不必，大将军，别那么紧张，脸色放轻松一点，让大家照旧吧。照旧。是。大将军，这位大人是当朝宰辅狄阁老。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狄公。阿弥陀佛，老衲要亲自为狄公奉茶。大师，你就免了吧。狄公他不想打扰你们，只是随便看看。阿弥陀佛，将军请。大将军，那具无头尸体现在何处啊？在后院的柴房里。命千牛卫严守偏殿，任何人不得进出。是。走，去柴房。阁老，咱们不是要找暗藏在寺中的杀手吗？可为什么到这儿来啊？大将军，我们正是在查找杀手啊！啊？您的意思是，末将糊涂了？大将军不要着急啊，命人把尸体抬出去。是。来人，把尸体抬出去。走吧。来，过来。元芳。一般情况下，凶手杀人之后，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斩去？你不要想眼下这件案子，就说平时，倘若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分析呢？只有一种解释，当然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不错。今天早晨我对你们说过，这个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还记得吗？大人。您走之后，贫僧在暗中又将何寺的僧侣仔细地点查了一遍，确实没有缺失人口啊。当然不会缺失人口，否则凶手就不会斩下死者的头颅了。阁老，末将完全糊涂了。大人，我明白了，凶手之所以掩盖死者的身份，定是要以易容之术扮成死者的模样，混入众僧之中，待机行动。什么易容？正是。凶手斩去死者的头颅有2个原因：第一，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如果留着头颅，一旦尸体被发现，就立刻能够辨认出死者的身份；第二，凶手杀掉死者就是为了化妆成死者的模样，混在众僧之中，待皇帝临幸，在人丛之中按下杀手，然后趁乱逃走。净空师傅啊，这就是寺中人口并未缺失的原因，那是因为凶手用自己替换了死者的身份。现在你明白了吗？替换？正是。大人，您是说有人杀了庙中的僧人，扮成他的样子混进了众僧之中？阁老，这是不是太悬了？
大将军，当你看到了事情真相之时，就不会觉得悬了，而且还会觉得顺情入理，精巧细密。元芳，你说呢？非常合理，可以说这是唯一的结论。二位，我敢断言，凶手现正坐于偏殿之中，与寺中众僧共同诵经。啊！叔父，您说凶手会不会是闪灵啊？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有抓到这个凶手，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可是现在凶手已扮成死者的模样，混迹于众僧之中，而我们又不知死者是谁，要怎样才能将凶手找出来呢？大人，我们可以对寺中的众僧逐个询问，凶手定会露出马脚。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好办，将这一干僧侣全抓起来啊！等皇上进了香再说。可这怎么能行啊？大将军，那明日皇上看到的将是一座空寺。是啊，嗨，瞧我这脑子，竟出这种馊主意。可阁老，那怎么办呢？如燕，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蛇灵属下的所有人身上都佩戴一块蛇形木牌。是啊，小梅那一块就在小女身上。停止诵经！停止诵经！干什么呀？诸位师父，今天早晨，牵牛卫在后园之中发现了本寺一名僧侣的无头尸身，而且这个凶手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我知道他是谁，甚至我还知道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不要以为我是在诈你，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劝你还是自己站出来。好极了，看来我还要把事情讲得再明确一点。这个凶手是蛇灵属下的杀手。刚才在搜查僧房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枚他佩戴在身上的蛇形木牌。怎么，你还不站出来吗？你，请站出来。请你用梵文念诵一段《金刚经》。我方丈大师，想不到此次在恭迎皇帝临幸的僧侣之中，竟然有人不会用梵文诵经，这可真是滥竽充数。大人，这绝对不可能啊！法能，平常你在寺里用梵文诵经也是数一数二的，怎么今日这等出丑？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他根本就不是法能，真正的法能就是现在躺在地上的这具无头尸身。
大人，不会吧？站在您面前的，就是法能啊！用一句你们出家人的话说，这不过是一副皮囊。元芳，动手！大人，您真的说对了。元芳，怎么样？不太像。陆燕，你觉得呢？我来试试。好了，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吧。阁老，真是易容术，他果然不是法能。陆燕，怎么样？我也没有见过闪灵的真面目，不过以他的武功来看，应该不是闪灵。绝对不是。虎敬辉的武功我见过，他在蛇灵中不过排名第3。由此可以看出，此人非但不是闪灵，而且绝不在6大蛇手之列。现在你对蛇灵的了解已经跟我差不多了。还不是拜你所赐。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们堂主是谁？是血灵吗？啊，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哼，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变灵，苏显儿。啊，是你？不错，是我。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以我的手段对付你，叫你生不如死。我是五坛血灵的属下。什么？血灵真的在这儿？不好，无影针！死了。看来这一次他们是势在必得呀。将他抬走。是。阁老，现在怎么办？阁老，你末将愚见，明早咱们赶到上阳宫，把事情的原委说明，请陛下取消进香之刑。今夜我已经去过上阳宫了，就是想向皇帝说明此事。可是明日五谷、銮驾、仪仗、鲁部俱已备好，就是严明状况，皇帝也不会取消此刑。为什么？你还不了解皇上吗？事关天子威仪，就是再危险，他也不会事到临急改变行程来向敌人示弱。这可关乎着天子的尊严，关乎着朝廷的尊严。阁老，要是明天真出了事，末将是万死难辞其咎啊！别急，别急，让我再想想。
李将军，怎么了？有什么动静吗？没有，一切正常。大人有令，所有人撤到殿外守候，熄灭殿中灯火。是，快将烛火熄灭。是。快。从来没有佩服过谁，但是你例外。早就听说东瀛有一门奇绝的武功，名叫忍术，能在人前隐身遁形而不被发现。我一直将信将疑，今天终于见到。其实，我更佩服你，竟能够发现我的踪迹。自我出道至今，你是唯一一个。要不是为了杀死假法能灭口，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你说什么？怎么？自己做的事，需要我来解释？当然不用。我已经明白了。你的话很奇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有人出现在我背后更令我感到奇怪。看得出，你是个自重身份的人。为什么？如果你刚才在我背后偷袭，现在我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闪灵吧？哦，你竟然知道闪灵？这比你出现在我背后还令我感到惊奇。我知道的，远比你能想到的多得多。你是李元芳？不错，是我。能告诉我，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吗？不知我们两个人谁更快一些？可以试一试。这就是闪灵吧？应该是的。叔父，您看。
叔父，嗯，远方没事吧？你说呢？你太快了。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正是我的弱点。举轻若重，大巧思拙，这才是真谛。你的剑，其实是在引诱我，最后出刀，才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这么说。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你相信我？虽然你是杀手，但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谢谢。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大人，我去追！远方，远方！叔父，您怎么了？我隐隐的有一种感觉，闪灵和那个假法能都不是真正的刺客。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张环、李朗、杨方、任阔，立刻将千牛卫布置在正殿的房梁之上。是。大将军在。皇帝马上就要到了，请你将千牛卫密布在寺中的各个角落，尤其是这正殿，更要严加看护，万万不可疏于。请阁老放心。怎么了，叔父？
万岁万岁万万岁！朕今日临幸寒光寺，乃为至诚所动，潜心礼佛，众位师傅不必多礼，都起来吧。谢陛下天恩。方丈大师也。是。臣狄仁杰恭迎圣驾。我说五谷排班之时不见你到场，原来是先到了寒光寺。是，臣昨夜便来到寺中。却是为何？这寒光寺中除了迎驾的僧侣，恐怕还有几条小蛇。哦，已经找到了2条，恐怕还有。又是蛇灵。正是。昨夜为何不报？臣昨夜赶到上阳宫，可陛下已然安寝，卫士不敢唤醒。该杀！陛下，卫士无罪。事关天子威仪、朝廷尊严，此事一旦处置失当，会贻笑天下。臣明白。你这个老家伙，你已经有了办法，对吗？知臣者，陛下也。就请陛下暂不要到正殿进香，先到偏殿略事休息。皇上到了。哎，你怎么了？没事儿，就是头有点晕。嗨，一宿没合眼了，也难怪。李朗，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这儿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不用，打铁的出身，哪有那么娇贵啊？嗨，哎，我说你就别死撑了，快下去休息一下吧。上面8丈大的地方，一只眼就看过来了。还用得着2个人？快去吧！我这胸口不知怎的翻搅不停啊。那我就下去了。哎，去吧。脸都白了还硬挺。圣上驾到！你们那里怎么样？正常。这边呢？正常。皇帝已出偏殿，马上就到，大家打起精神。是。张环，上面没问题吧？圣上驾到！是。陛下请。人皇进香。陛下，
英，臣在。你替太子为首带进。臣遵旨。臣狄仁杰今替太子为首带进，先谢陛下万世圣明之君，内教黎庶治州县，外合戎夷定边河，兴水利种农桑，务屯垦积善粮，使公私仓廪丰实，民生富足。后盼太子承先皇之志，继圣母大任，理天下，复神器，弃酒色，勿自肥，立大志，亲贤远佞，果敢断权，上不负皇帝信托之恩，下不负众臣黎庶殷切之望。怀英，臣在。朕要到偏地略事休息。这是有刺客！身为阁僚四卿，如此狼奔至途，成何体统？身为人臣，礼仪何在？尊严何在？虽然事发突然，可诸位也该镇定才是。现在刺客已经逃走，不必惊慌。千牛卫何在？在。马上保护各位大人及僧侣退出大殿。是。大人，请跟我来。麾下众军迅速把守寺中各门户及进出之路，有敢擅自出入者，一概格杀。是。御林卫、报操卫麾下各军，由各位大将军督率，在寺中严查刺客下落，有玩忽懈怠者，严惩不贷。是。你去看看张环怎么样了？是。张环，张环啊！有刺客，有刺客！好了，刺客都走了。那我，你被人打晕了，还好捡了条命。嗨，我真他妈没用。大人放心，他没事儿。走吧，张环，咱们下去吧。好。慢点，慢点。
真悬呐！如果没有狄阁老，我这脑袋就要搬家了。大将军，你不是不相信寺内有刺客吗？真是惭愧，今天多亏如燕姑娘。哎呀，闷死我了！如燕姑娘，我真是佩服你，你假扮的皇帝太像了。你刚戴上面具那会儿，连我都恍惚了一下。时间太仓促了，材料也不对，其实破绽很多。只是闪灵对皇帝不熟，又躲在房梁上，这才勉强过关。不过啊，这个破东西可把我给闷坏了。闪灵要是再不动手，我自己就要把它接下来了。阁老，师傅，如燕，阁老，哦，大将军，目前寺院各处已被众军严密把守，而且现在是白天，凶手定然不敢贸然现身逃遁。我想，他一定还藏身在寺中。而龙武、羽林、鲍涛3位的军士都是野战出身，不善排查，一旦出现了破绽，凶手定会趁机潜逃。不错。所以你现在马上率领钱牛卫到前3进庭院中监督众军搜查。是，末将马上就去。如燕呐，开门。好啊，你做得太好了！没有想到你在蛇灵学到的这一手易容之术，竟然救了皇帝的性命啊！叔父，那还不是你想出来的计策吗？哎呀，时间紧迫，除此之外别无善法。可叔父，我假扮皇帝，穿着他的衣服，他不会生气吧？当然不会，皇帝不止这一件衣服。臣叩见陛下。参见陛下。起来吧。好俊的丫头啊，怀英，这就是你的侄女如燕。正是。怎么样，丫头，扮皇帝好玩吗？回陛下，一点都不好玩，不能哭，不能笑，还总是板着脸跟一群大男人打交道。不可信口开河。好，说得好。如燕，今日救驾，你不但救了朕的性命，也救了自己的性命。陛下，臣怀英，你没有侄女，这个如燕其实是蛇灵属下的杀手，真名叫苏显儿。朕说的不错吧？回陛下，臣正是苏显儿。怀英啊，臣在。重州案后，朕一直等着你将此事回奏，然而你似乎并没有要将真情揭破的意思。陛下，是臣处事不当，请陛下责罚。要责罚就用不着等到今天了。朕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继续追查蛇灵的下落。陛下明鉴。不过怀英，今后行事还是要加上几分小心，否则一旦为宁人所用，你我君臣将会不欢而散。是。这样吧，朕正式赐你名为狄氏如燕。从今儿起，那个蛇灵的杀手苏显儿就不存在了。谢陛下天恩。怀英啊，臣在。如燕救驾有功，功在社稷。回去后传旨吏部，蓄意供封。是。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这群逆贼竟然如此丧心病狂。进寺之时，你对朕说起此事，朕还将信将疑。想不到刺客还真来了。陛下，据臣对蛇灵逆党的了解，刺驾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会有连环相套的毒计。怀英啊，重州案后，你奉旨查蛇灵逆党，到今日有何收获呀？陛下，蛇灵逆党属下行动十分缜密，他们不动起来，我们很难抓到狐狸尾巴。可今天，既然他们已经动起来了，臣想离结束
就为期不远了。但愿如此吧。陛下，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臣已安排龙武卫在寺院的侧门等候，请陛下立刻起驾回宫。嗯。我想提醒你，反抗是没有用的，放下武器。非常好，我们出去吧。中军上前，弓箭手准备。是，快快！孙将军，不要管我，命众军上前诛杀此贼。众军散开。你想怎么样？没什么，只是想请桓将军陪我出寺。放开桓大将军，我放你出寺。我会相信你吗？上剑！放开大将军！动手吧！有桓大将军陪我同死，在下荣于华滚。孙将军，别管我，命众军放箭！快呀，孙将军！命众军放箭！孙将军，孙将军，你即使放他出寺，他也一定会杀死我，左右是个死！别再犹豫了，快放箭！放箭！桓大将军，你就省省了，让孙将军自己好好想想。孙将军，你放了刺客，如何向皇帝交代？你别再犹豫了，快放箭！放箭呐！快放箭！放箭！住手！阁老，叔父，你千万不能过去，他是闪灵啊！大人别过去，危险！大人，千万别靠近，快回去！回去！放心吧。守护大人，众军退开！大人，此贼凶悍之极，你千万别过来！孙将军，你快领众人放箭呐！大人，你快回去！大人，我求你了，你赶快退回去！退回去！大人，我求你了！桓大将军，镇静，一定要保持镇静。让我和他谈一谈。啊！在这个时候，敢走到我面前的人，一定是狄仁杰。准确的判断。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知道你是谁。是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刀从桓大将军的脖子上拿开，架到我的颈上。我想挟持一个宰相，总比挟持一个大将军
要好得多。大人，快闪开！他太吵了。我想，他应该不要紧吧？放心吧，不会有内伤。你在这个时候走过来，一定是有话要和我说吧？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看好了一条退路，你愿意陪我走到那儿吗？也许在那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少爷，立刻放开狄阁老！走吧。上！如燕姑娘，万一伤了阁老，那可怎么办？哎呀，我怎么知道啊？哎，张环，吕元芳呢？不知道啊，今天早晨追刺客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这个大棒槌，关键时刻他偏偏不回来。你想和我说什么？我该说你是刺客呢，还是功臣？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屡战屡败。狄公之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竟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天下仅此一人。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不知道。也许这样做是最大的错误，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我这一生中本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可这一次，你至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也许吧。他们在说什么呀？不知道啊。叔父也真是，到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聊天。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卖你？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事情。如果你得到了答案，告诉我好吗？如果你想知道，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哦，还有一个问题。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有必要知道吗？叫我闪灵，不就很好吗？我只是好奇。这个送给你，就算是给你的回答吧。谢谢你。哦，为什么要谢我？我知道，你走过来，就是想放我走。孙将军，你说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狄阁老在他手里，咱们是投鼠忌器。你才是鼠呢！嗨，这个节骨眼你就别挑词儿了，赶快想个办法吧。哎，我这脑子真够笨的，越着急越想不出主意来。真是条好退路啊！哦，
时间差不多了，你该走了。多谢。哦，等等，还有一件事。什么？你们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谢谢。哎，你们看，李将军！太好了，李元芳就是李元芳，我明白了，他一直在暗中跟踪，到关键的时候才出手。哎，你刚才不还说李将军是个棒槌吗？去，你才是棒槌！人家刚才不是找情吗？如烟姑娘，咱们冲过去擒拿刺客，将阁老夺回来。不急，有李元芳在，料也无妨。好一个脱身之术啊！用另一人将我引开，自己返回寺中行刺。元芳，你什么时候到的？大人，寺中刚闹起来，我就赶回来了。当时众军正在查找刺客的下落，我便暗中观察。此人的藏身之术实在是精绝，于是我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直到你们两个人说话，我才顺着回廊顶部的梁柱绕了过来。我终于发现，你比我还难对付。我现在想知道，你还能怎样使用忍术，从我的剑下逃走？忍术是一种藏身的技巧，并不是妖术。对于你这样的人，只能用一次。元芳，放他走。什么？大人，他是刺客。我说放他走。可一旦生上问题，我们怎么交代啊？你放心，我会向他解释的。你走吧。谢谢。刘元芳在肯定没事。刺客逃走了！狄怀英，你为什么要将刺客放走？回陛下，微臣并没有放走刺客，真正的刺客是自己逃走的。你大胆狄仁杰！正如你自行其事，违逆圣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几年前幽州案的李青霞、虎敬辉，到崇州案中的苏显儿，桩桩件件你都是瞒天过海，阳奉阴违。然朕从未追究，而此次你竟将刺杀朕宫的逆贼放走，令其逍遥法外，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陛下，破案之道乃是遇软而切，遇硬则弯，只能是蜿蜒曲折地向前进展，绝不可能直通到底，更不能被愤怒和仇恨冲昏了头脑。你这是公然讽刺于朕吗？陛下，狄公英明睿智，极富推理能力，我想他此举定有深意。哼，什么定有深意？陛下，臣以为狄仁杰定与刺驾的凶手关系非同寻常，这才私自买放凶手，隐藏真情，令此事不得大白于天下。那么狄公今早为何又在寒光寺中救驾呢？这是他另有阴谋。哦，狄公的阴谋，看来梁王是知道的。那就请你说给大家听听吧。我怎么会知道？既然梁王不知，又何以言辞凿凿，说狄公另有阴谋呢？好了，狄仁杰，朕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否则你就准备在大牢里过你的后半辈子。回陛下，微臣无能，无法在3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请陛下现在就治臣之罪。你这是公然抗旨吗？臣不敢，只是食言而已。来人呐，在，把狄仁杰给我拿下！
请陛下息怒。陛下，知此案始末者只臣一人，拿了微臣，此案恐怕再无告破之日。你这是威胁于朕吗？狄仁杰，你也太狂妄了！难道没有你就无人能破此案吗？陛下，臣看这样吧，就将此案交与梁王来审理。梁王者，大才也，头脑清澈，才为世出，乃是最合适的人选。狄公所言极是，请陛下将此案交与梁王，那才是人尽其才呀。够了，够了，够了！你们一唱一和，以为朕可欺不成？陛下言辞凿凿，说微臣买放凶手，不知臣买放的是哪一个凶手？你竟敢在朕的面前公然抵赖！看来狄阁老是无话可说了吧？好啊，梁王又知道了，那就请梁王为我描述一下凶手的形貌长相吧。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那你怎么知道我无话可说了呢？你实在是强词夺理。还是那句话，陛下，您以为臣放走的那个人就是赐驾的凶手？狄仁杰，祸到临头，你就是解释。闭嘴！是。怀英，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刚刚陛下说让臣抓凶手，可是臣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又到哪里去抓呢？难道说你放走的那个人？陛下，臣绘制了一幅现场图，不知陛下是否愿意看一看？呈上来。是这样。这就是事发时现场的情形。是朕太心急了。陛下明鉴，既然委臣之权，就应该是全权，也就意味着臣有权替皇上处理此案的任何细节，不用请奏解释，否则就请陛下将此案交与梁王审理。也罢，怀英在。朕命你全权负责此案的查查，圣旨即刻下达。臣谢陛下天恩。大姐，果然不出你的所料，闪灵在寒光寺中用暗器撞飞了血灵的毒镖。哼，毁文忠。血灵属下那个潜伏在寒光寺中的多魁怎么样？已经被狄仁杰识破了身份。人呢？被血灵杀死灭口。哼，狄仁杰有什么反应？血灵在传说中没有提到，似乎他没有明白咱们的真正目的。哼，对狄仁杰我是太了解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的。武则天那边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能再拖了，马上传述洛阳城中小会，让他随时准备。只要寒光寺之事一了，立即对太子下手，展开计划。大姐，
您放心吧，现在蛇灵的22位堂主已率本部所有人马潜伏洛阳城中，只要小慧那边一得手，便立即开始绝境。时不我与，对狄仁杰之事也要抓紧进行。这样，你马上传书血灵魔灵，近日回到总坛，告诉洛阳城中各位堂主，在武则天行动之前，一定要蛰伏待机，谨慎行事。是。贤，小慧，你来了。血灵让我来打听情况，太子还好吗？放心吧，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我真的爱他。那个人准备好了吗？已经几个月了，几乎可以乱阵。这我就放心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听候上峰的指令，我这就回去禀报血灵。我还要忍受这个傻瓜多久啊？别急，就快了。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我只是好奇而已。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背负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毁，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胡金辉一样姓傅。原来是这样。远方啊，你来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闪灵给我的，上面有他的姓名。这背面有文忠二字，闪灵的名字叫文忠。是啊。那么他的姓呢？不知道。他姓毁。您怎么知道？当然是木牌告诉我的。大人，这上面没有啊。元芳啊，闪灵原来的姓氏和你是一样的。和我一样？他姓李啊。是啊，他姓李，而且是一位李姓宗室之后。您说什么？闪灵是李姓的子孙？是啊。多年之前，
徐敬业叛乱被平息之后，袁嘉、林奎、李矮等一批王公贵胄以腐逆之罪被处死或流配。皇帝令其等改李姓为毁氏。为什么要姓毁？毁是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蟒。皇帝之所以赐此姓，一来是说这些人心如毒蛇，谋反逆天；二来悔因同后悔之悔，警醒那些王公的后人，不要走先人之路，要知天命而悔改。那么这个闪灵的名字就应该叫悔文忠了。是啊，真想不到闪灵竟然是一位李氏宗族。大人，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他的姓氏。您今天为什么要放走闪灵啊？元芳啊，你认为闪灵真的是刺客吗？难道不是吗？这样吧，你去把如燕叫醒，我们趁着夜间宁静无人打扰，再访寒光寺，探究一下事情的究竟。再访寒光寺。阁老，李将军。元芳，悔文忠与你的武功谁高谁低呀？卑职略高于他。哦。如燕，你当时站在什么位置？叔父，我当时就站在这里。元芳，悔文忠就蹲在这条房梁之上。元芳，当时如燕假扮皇帝，就站在现在的位置。如果你是闪灵，会不会失手？绝不可能。好了，你下来吧。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发射了2枚暗器，就落在了这里。怎么会偏离这么多？以闪灵的武功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闪灵所发的这2枚燕子当，并不是要刺杀皇帝。可是大人，既然他不想自驾，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潜入寒光寺，躲在正殿的房梁之上？又为什么要发射这2枚燕子当呢？你不要着急，听我继续说。闪灵发射的2枚燕子当落在了这里，可是奇怪的是，在这大殿门口，我又发现了1枚蛇形镖。蛇形镖？这就是事发现场蛇形镖所在的位置。元芳，
依你看来，这3枚暗器有没有可能都是闪灵一人所发？这种可能可以排除。哦，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2种暗器，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为什么？燕子当小巧绵密，发射之人主要靠内力支持，而蛇形镖自身的重量就很重，发射之人是要靠手腕的力量。这完全是练2种不同功夫的人使用的暗器。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排除这2种暗器同是闪灵所发这种假设。不错。那么这枚蛇形镖又是从何而来呢？你再看看那对燕子当的位置。难道是什么？如燕，来，大人，这是当时如燕假扮皇帝所站的位置。而闪灵在房梁之上。不是，不在殿内。是这里，肯定是这里。元芳，你现在站的位置，事发当时站满了寺中的僧侣和随侍的大臣。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事情很清楚了，如燕，来，你站在这里。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通过反光，发现有人从殿外向皇帝发射蛇形镖，于是闪灵掷下了燕子当，撞飞了蛇形镖。燕子当撞飞蛇形镖之后，就落在了这里。蛇形镖呢，继续飞行，撞到门槛，落在了这里。大人，暗器飞行撞击落地的位置完全正确，卑职认为只有这一种解释。与我所想完全相同。你们在说些什么呀？闪灵明明是来赐家的，照你这么一说，他不成了旧家的功臣了？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可是叔父，这是为什么呀？我们现在只是推理事情发生的经过，至于原因，还要进一步的分析。对。大人，像闪灵那样的高手，在这么近的距离，竟然出现如此大的偏差，这就说明他发射这2枚燕子当，根本不是冲着皇上去的。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闪灵为什么要救皇帝？
按理说，李姓子孙与皇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闪灵的这种做法不合逻辑啊！难道他另有图谋？哎，不要妄自忖度。现在我们先提出问题，下一步才是如何解决它。第二个问题，这闪灵是蛇灵逆党的6大刺客之首，为什么在派他前来的同时，还要派另外一个杀手？不错，蛇灵在刺杀同一个标靶的时候，绝对不会派出2队人马。可是这一次，算上假法能，竟有3拨人，这确实是很奇怪。是啊。第3个问题，这次的刺杀你们都看到了，核心完全是围绕着暗藏殿外、使用蛇形镖的那个刺客身上，而不是闪灵。闪灵在这出戏当中只不过起到了一个引开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他的死活完全无关紧要。试问，一个天字第1号杀手为什么会变成了疑兵？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呀。哦，元芳，你还记得那个杀死假法能引你到正殿的黑影吗？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黑影就是第3个神秘的刺客？你认为呢？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当时卑职还以为那个黑影就是闪灵呢。此人引你来到大雄宝殿之外，于是才有了你2勘大殿，识破了闪灵的藏身之术。于是第4个问题出现了：这个神秘的第3人为什么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伴？而且这个同伴可是蛇灵中的顶尖杀手，元老级人物惠文忠。此事不简单呢。第5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那个神秘的第3人以出卖闪灵引开我们的注意，保全了他自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刚刚你说到了，此人发射暗器的位置正是寺中的僧侣和随侍大臣们所处之处，他是怎么混进去的？大人，你是说有内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个神秘的第3人是谁呢？在这出戏里面，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假法能。此人的出现也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假法能有什么蹊跷？你们想一想，蛇灵逆党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人安排潜伏在寒光寺中？当然是为了这次刺杀行动。绝对不是。为什么？你们好好想一想，以这个假法能的身手武功和智慧机变来说，没有一样称得上是一流。由此看来，他是根本没有能力执行这次刺驾任务。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什么要派假法能进寺呢？这个假法能会不会和闪灵的任务相同，也是一路疑兵，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从而令那个神秘的第3人更加安全地潜伏在寺中？首先，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已经有10多天了，而闪灵和那个神秘的第3人则是昨天夜里才潜入寺中的，因此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同一个任务。第二，如果假法能也是疑兵，为何又要派出闪灵？2路疑兵非但不会引开我们的注意，反而会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因此我敢断定，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一定是另有所图。另有所图？是啊，这寒光寺当中
恐怕是别有玄机呀。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所想到的、见到的复杂得多。陛下，尔等退下。是。寒光寺，寒光寺。这个假法能为什么要潜入寒光寺中呢？老爷，怎么了？大将军还兵来了，说有急事找您。哦，大将军，阁老，有什么事吗？今天清晨，洛州刺史来到魏府，说邙山之中发现了牵牛卫的尸体。哦，末将即刻命李副将前去查看，发现死者并不是牵牛卫，而是内卫府大阁领黄胜彦的牵牛背身。什么？走，去看看。今日末将当值，已经派李副将在现场等候。哦。这就是内卫府大阁领黄胜彦。我见过他。走到那边去看看。是铁制的。什么人物如此紧要？
竟然要用铁板制成的囚车来押运呢？可以肯定，内卫是在夜间突遭埋伏，全军覆没的。末将也这么想。歹徒袭击内卫，就是要救出这囚车之中的犯人。看来此人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内卫经办的案子，一定与皇帝有关。您是说这是皇帝交办的差事？你想一想，黄胜彦是内卫府大阁领，正四品上的官制，由他亲自出马押运犯人，不是皇帝钦差，还有什么人能够调遣他呢？不错，不错。好吧，李副将，命令卫士们清理现场吧。是。1队、2队警戒，3队、4队清理现场。阁老啊，已经吩咐过卫士们了。好，阁老，有什么发现吗？现在还不可说呀。哎，李副将，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哦，据当地人说，这条路是通到邙山深处的。哦，我真是不明白，这些内卫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跑到深山里去？哦，李副将，请你找一名熟悉邙山地理的卫士，随我到处看看。是。好利落的手脚啊！大人，您说什么？元芳，你有什么发现吗？对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这不就是发现吗？你想一想，内卫府的牵牛背身都是千里挑一的剑者，即使被伏击，也不会束手待毙，一定会奋起反抗。可你看看现场，全是内卫的遗骨，竟连一具对方的尸体也没有。肯定是伏击之后，歹徒们清理现场，带走了己方的尸体。不错，刺驾之事尚未了结，现在又发生了袭杀内卫的凶案，前后相差不到1天。这洛阳可真是热闹。您是说这2个案子有所关联？元芳啊，再看看现场，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这手法很像蛇灵所为。不是很像，应该说就是才对。蛇灵的规矩就是，每次任务完成之后，都要仔细的清理现场，绝不给对手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叔父，我刚刚看过了，所有的手法都是蛇灵常用的。以前小女也是如此行事。哦，而且我在一具尸身下找到了这个。如烟，这是什么？这就是清理现场时专用的证物袋。这种口袋有大有小，分为10多种，它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将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证物，无论大小，全部带走。哦，还记得重州案时，从贺兰驿出来的那些紫衣人装糖报用的黑色口袋吗？这种口袋就是蛇灵专用的。大人，在东柳林镇外，我们截获的就是这种口袋。叔父，由此可以断定，此事定是蛇灵所为。如烟呐，你曾经是蛇灵的堂主，又是6大蛇首之一，你再看看这现场还有什么蹊跷吗？叔父，蛇灵的这点小伎俩，在您看来，不过是小儿之戏罢了。欲盖弥彰。你们在说什么？李将军，难道你真的认为伏击的地点是在这里吗？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假现场，真正伏杀那位的地点绝不在此。对呀，地上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这就是蛇灵惯用的伎俩，移花接木，迷惑对方，令对手无从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1年前的重州案时，赵文慧大军在契丹遇伏，可尸体却被运到了突厥的境内，就是个最近的例子。好一个如燕呐，真不愧是我狄仁杰的侄女啊！您倒不如说，不愧是蛇灵的6大蛇首之一，还贴切些。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哦。刚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寒光寺？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正是。走，下去看看。就。看来这里就是第1现场。是的，您看，这是火把熏出来的，那里还有血迹。而且，这2山夹1沟的地势，是最佳的伏击地点。叔父，您真棒！你是怎么想到凶案的真正现场是在通往神都的官道上？当然是内卫。内卫？可以肯定，内卫此次是奉密旨行事。这一点，从黄胜彦亲自出马押解囚车这一举动便可以得到证明。那么，内卫在办完事之后会去哪里呢？回京交旨。就这么简单。简单是简单，可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想，否则就是再简单也想不明白。叔父，小女今天又跟您学了一招。哎，来人呐！大人，我们是不是早已过了寒光寺？是的，早就过了。寒光寺距此将近20里，
大人，再走50里就是来亭县，穿过来亭县就到了洛阳。哦，叔父，元芳，你们来看。叔父，您看这车辙印。大人，这车辙印便是那铁囚车留下的。哦，元芳、如烟，我们立即分头搜索。是。好。元芳，你看，去把那张纸取下来。大人，这是什么？这是数算之法。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黄圣彦死了。正是。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好了，朕知道了。陛下，黄圣彦这一次是奉旨办事吧？不是。此事你们就不必再查了。陛下，还有事吗？这囚车之内究竟是什么人呢？朕已说过，此事不必再查了。好了，怀英，臣在。你们去吧。臣遵旨。老师，你终于逃出升天了。
皇上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啊。皇上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阁老，不瞒您说，这2天发生的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大人，这上面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2件案子当中，定然有着内在的因果关联。你想一想，刺驾案发生在邙山脚下的寒光寺，而今天袭杀内卫的凶案则发生在邙山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两者的距离仅有20里。而这2件案子又都是蛇灵逆党所为，我不相信2者之间会没有关系。如果能够弄清那个囚车中神秘人物的身份，这2者的关联就不难找出。是啊，可皇帝对此事讳莫如深，似乎一句都不愿意提起。大人，这古里古怪的东西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物绝非黄盛彦所有，而且定然与皇帝有关。为什么？哦，你看，这正面刻着3条卧龙，后面是9只飞凤，这样的图案在民间是绝不敢用的，否则便是大逆僭越之罪。这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皇帝为什么会是今天这种表现呢？囚车中的人究竟是谁？此案与刺驾案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寒光寺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寒光寺，寒光寺。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哦。冈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嗯，寒光寺？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正是。难道？大人，您想到了什么？明日再访寒光寺。啊，香来。是周琦。寺有什么蹊跷？远方啊，还记得上次我们说到那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不是为了赐驾，而是另有所图，对吗？不错。那么
他所图谋的又是什么呢？我想不出来。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那个囚车当中的神秘人物就藏匿在这寒光寺中，而昨夜那些内卫们正是奉了皇帝的密旨来到寺中，将那个神秘人物提走。内卫们连夜押解着囚车赶回洛阳，在半路上却遇到了蛇灵属下的伏击，而全军覆没。假设此案的结果是这样，那么对我刚刚所提的关于假法能的问题，你能合理回答吗？您是说囚车中的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我只是做个假设，你也就循着这个假设的思路来试着回答我的问题。大人，如果循着这个思路，那个假法能的行为就合理了。哦，他一定是为了探听那个神秘人物的下落，才受到蛇灵逆党的委派，潜入到寒光寺中卧底。说得好，非常正确啊！走，我们到后面看看。再说第二个假设，如果那个假法能发现了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你想他会怎么做呢？我想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他所在堂的堂主。假法能临死前曾说，他是隶属于血灵统领下的第5堂，那么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血灵。说得好，那么他如何传递呢？好，如燕，你曾经对我说起过蛇灵属下传递消息的几种方法，既方便又快捷啊。是的，蛇灵传书采取的是先人传后信鸽而后再人传的方法，这样既节省时间又简单快捷。好，我们姑且假设这个假法能要将神秘人物的下落传给他的上峰堂主血灵，那么他会采取什么方法呢？是口传，还是用笔写出来，或者是画出来？蛇灵属下传递讯息，一般是用手写或者是画。好极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果假法能已经发现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那么他便要以书信的方式将消息传递给他的上峰血灵。那么就有了第3个假设：如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消息传出，就被我们破获了，那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你们几个私下找找，一定要仔细啊！哦，大人，您这是……嘘。你们先去吧，一定要仔细查找，不能遗漏啊！是。施主这边请。方丈师兄，的哥老来了。的哥老，大师别来无恙啊！阁老请坐，老衲亲自奉茶。大师不必客气，本阁此次微服到此，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阁老请讲。昨夜是不是有内卫来到寺中啊？阁老，什么内卫？老衲不知。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方丈身在佛门，应了却世间相的痕
计，如此谎言拖来，不惭愧吗？佛门弟子以出世为怀，不着尘相，阁老何以俗世相结？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既无挂碍，俗世何能使大师着了尘世之相？说有何妨？格力王将以血刃结革众比丘，老衲岂能心无挂碍，望阁老援佑？大师啊，这世中只有你我5人，大师因何以歌力王为据啊？唉，不可说，不可说。既然大师以何寺众僧的性命为怀，那本阁也就不便强求了。这样吧，就请净空师傅带本阁到贾法能的住处勘察一番，大师应无挂碍了吧？净空啊，你带阁老到僧房查看。是。大人，这就是僧房，贫僧先去安排一下。哎，叔父，您刚刚和那个老和尚打什么哑谜呀？哦，我请他说实话。他说佛门弟子不理凡间俗事。我说修佛之人应该心无挂碍，方能4大皆空。说实话，本来就是佛门弟子的本分。他说如果说了实话，皇上就要杀掉何寺众僧。啊，他所说的歌力王就是指皇帝？是啊，我说这屋中只有我们5个人，怕什么皇帝呀？他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呐。你们说这么多，我一句也没听懂。我也听不懂。哦，到了。啊，阁老，这间僧房就是法能居住之处。请。阁老，这就是法能的炕。好了，你去忙吧。是。元芳、如烟，查一下。把枕头撕开。那位腰牌，哪位？内卫府殿直武全忠。假法能是内卫？不，真法能才是内卫。啊，真法能是内卫？我想，这屋中住的4位僧侣，一定都是内卫。什么？这怎么可能？这4个人一定是奉旨假扮僧侣，在寺中负责看守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府殿直。我明白了，大人。假法能潜入寺中，暗中观察，发现了这4人的神秘身份，于是他杀死了真法能，以易容化妆之术混进这4人之中，伺机找到关押神秘人物之所。看来我的假设已经逐步应验了。元芳，把净空师傅叫进来。是。净空师傅，净空师傅，请你来一下。大人，这屋中其他3个人是谁呀？法华、法言和法成。他们人呢？说来也奇怪啊，昨天牵牛卫走了以后，他们也不见了。你说昨天有牵牛卫来过寺中？
大人，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昨天夜里来了一帮牵牛卫，强凶霸道的。打住所有出口，有敢随意走动者，扼杀！是。给我进色！快！方丈大师，请传下法谕，寺内所有僧侣全部回到僧房之内，一律不准走动。将军，你们是？哎呀，不要问那么多了，按照我的吩咐办理。是。哎，大师，咱们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如果我发现寺内还有僧侣走动，一概格杀。走，快点，好，快点，快走，快点，走，跟上，跟上，来这儿，快！还有人吗？回将军，没有人了。好，很好。有劳了，净空师傅。现在，请你也回到方丈之内吧。是。来人，在！把僧房全部封闭起来。是。快，快！封闭僧房，封闭僧房，快，上回来，快！师傅，这怎么回事啊？嘘，悄声，祸从口出。是。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牵牛卫将军打开方丈的门，对我们说：“只要敢将此事张扬出去，就将何寺众僧全部杀光。”大人，贫僧可是对您说了实话，您可得保寺中僧侣的性命啊！这一点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的啊。刚刚你说，昨晚牵牛卫走了之后，这3位僧人就都不见了啊？正是。您刚刚来的时候，贫僧正在吩咐各管头前去寻找。嗯。握紧门环，拉2下，敲2下，重重一推。叔父，你真是神了！假法能果然找到了神秘人物的所在。元芳，走去后院。是。元芳，就是这里。
下去看看。你看那儿，等等，大人小心！已经死了。好，净空啊，你来看看这3个僧人是不是法华、法言和法成？正是法华。那这2位呢？大人，正是他们3人。他们怎么会死在这里呢？你身为寒光寺的僧职，竟然不知道寺中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贫僧自建寺起就在寺中，可从不知舍利塔下竟然有牢房。官道上发现的那张一样，那个神秘人物果然是被关在这里。事实真相与大人的假设竟然是丝毫不差。那么，后面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找到他们了吗？就在员外，让他们进来。是。大哥领。你们是哪位？正是，刚刚已验明身份。认识这个吗？这是圣上当年下旨关押此人的金符。正是。圣上有旨，将他秘密转走。是。快，把门打开。是。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孟圣玉，请您移驾。移驾？正是。推走。是。将军，真是太好了！我们几人已经在这待烦了，终于可以回去了。是。
谁不缺了？啊！推上囚车。是。皇圣燕率内卫押解此人回京交旨，没想到途中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无懈可击。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竟是这样。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关押在含光寺中，而且只有这4名化妆成僧侣的内卫看管。大人，您说什么？赶快收拾！哎，是。大人，您想到了什么？唉，歌利王将以血刃结割众比丘，老衲岂能心无挂碍，望阁老援佑。走。啊，香来。是主亲。是他。快去报告。是。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哦，叔父，我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跟上。原来是这样。大人，大人，怎么了？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是谁呀？贫僧怎么会知道？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就是这寒光寺中负责看押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总管。什么？大人，他是内卫？啊，大人，你是在开玩笑吧？贫僧怎么会是内卫呢？啊？看看这3具尸身上的伤口，非常的窄小，一看就知道是短刀、短剑一类的武器刺出的。然而内卫们佩戴的却是长大的腰刀，因此可以断定，这3人绝不是死在黄胜彦以及他率领的内卫手中。那么是谁杀了他们呢？大人不会认为是贫僧杀了法华3人吧？难道不是吗？这话从何说起啊？大人说得很对，以死者的伤口判断，凶手用的是短剑，绝不是内卫干的。昨天夜里，大阁领黄胜彦率人来到了寒光寺，正是你接待了他们。还有人吗？哦，没有了。皇上圣谕，立刻将地牢中的人转移。你们一来啊，我就知道了。黄将军，看守法华3人已经在后院等候了。皇上让我转告你，待做好善后事宜，你再回神都。好，我立刻回到方丈之中。待内卫离开之后，你便悄悄地潜入这地牢之中。快，把纸收起来。是。刚刚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如此重要的人物关押在这里，竟然只有4名内卫负责看守。但是我却并没有怀疑到你。然而法华3人的伤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哦，什么事情啊？适才在方丈室中，我询问方丈大师，发现他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瞥向你，似乎对你非常惧怕。这令我感到很奇怪。方丈是疑似的住持，怎么会惧怕一个小小的僧职？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方丈身边的这个僧职原来是内卫首领。难道大人光凭法华3人的伤口和方丈师兄的眼神儿，就说贫僧是内卫？你是这一寺中的僧职，负责寺中一切日常事务。
如果你不是内卫首领，怎么会将法华、法能、法言、法成这4个人调往同屋居住呢？难道这不是为了便于你们行事吗？那不过是巧合。这世上根本没有巧合，一切都是有因有果。前天夜里，大格令黄胜彦所率内卫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被伏杀。今天早晨，你便得到了密旨，清理含光寺中一切痕迹，绝不能令消息传出寺外。然而，你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我们就到了。哼，大人，您这是凭空猜度，何曾有半点证据？在法能的僧房中，我们找到了内卫在寺中的证据，这令你感到事情已经隐藏不住。于是你故意将前夜内卫来寺之事告知于我，令我对你产生信任，为的是在我们不察之下将我等杀死灭口。如果我所料不错，现在你的袖中就藏着一柄短剑。真的是他！你明知我的身份，竟仍然要行此恶逆之举，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怎么样，你不想说点什么？我没什么可说的。刚才我们进寺之时，周围有很多双眼睛都在暗中监视，那些人都是内卫吧？怎么，你还不说实话？释放！狄大人，你说的很对。本来我并不想这样对你，但既然你已知真情，就只能在这里安度余生了。叔父，怎么办呢？如烟呐，稍安勿躁啊！既然已经身陷囹圄，也只好泰然处之啊。可是，大人，我明白了。当净空得知法能为蛇灵替换，害怕此处的机关已漏，便暗中告知皇帝，皇帝这才派内卫前来将神秘人物转移。正是如此。那么，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竟致皇帝和内卫如此紧张？大人，这儿还有。这好像是一座水闸。水闸？这2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大人，这有什么用？就是，难道这劳中之人要去修水渠？我想，这几张图纸不过是一个大工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要想了解事实真相，恐怕首先要揭破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这内中另有玄机。咋回事？
那边有火光。佛陀殿。陆爷，元芳，你们二人到殿外等候。啊，大人，你哎，料也无妨。小心啊，大人。去吧。臣狄仁杰参见陛下。陛下，你知道吗？今日之事，如果换做其他人，肯定会老死在这寒光寺的地牢之中。天恩浩大，臣感激涕零。你怎么知道朕在寒光寺？那些盯梢的内卫，僧职净空的表现，还有就是日前陛下在上阳宫中的态度。朕已下旨命尔等不要再调查此事。你竟然公然抗旨，暗中谋查。怀英，此事你让朕怎么处置？陛下，臣不敢巧言脱罪，只是恳请陛下允臣击破蛇灵逆党之后再行处置。自你昨日离开上阳宫，朕就知道你绝不会善罢甘休。朕了解你，更了解你的能力。于是今日清晨，朕便率内卫微服入寺，一来是监督内卫，清除寺中所有痕迹；二来朕也要亲自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是，陛下，这枚金符是臣在内卫府大阁领黄胜彦的尸体上发现的，想来是陛下交予他
作为提取神秘人物的证明之用吧。淮英啊，你为什么非要知道真相呢？难道没听说过，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陛下，臣并不是个喜欢究微探秘的好事之人。然而，这个神秘人物关乎蛇灵巨案，臣是不得不查呀。难道陛下还没有发现，发生在寒光寺中的刺驾案，与关押在地牢中的神秘人物有着紧密的关联？哦10几天前，蛇灵逆党便派奸细混入寺中，以易容术换掉了看守神秘人物的内卫法能。此事，陛下定然已经得到了净空的密报。不错。当假法能经多日探查，终于找到地牢的位置，并将此情绘成图纸，正准备传送给他的上峰血灵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蛇灵逆党已经改变了计划。他们一面准备刺驾，一面将假法能从潜伏者变成了一块敲门用的砖石。什么意思？陛下知道，蛇灵逆渠萧清芳曾任内卫府大阁领，对您、对微臣都是相当熟悉。他们故意在陛下进香之前一天，因牵牛卫找到了真法能的尸体。他们知道桓斌定会将此事向我禀报，而我更是一定要追查到底。果然，我率桓斌、袁方揭破真相，挖出了假法能。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后，心中定然是万分震惊吧？而第2天，便发生了刺驾之事。其实此事在几天前便已走漏风声，为李元芳真知。按常理讲，既然消息泄露，计划便该停止。可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令刺驾之事成行呢？为什么？因为刺驾之事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哦，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时，便已经明白，假法能肯定是冲着那个神秘人物而来的。因此，您的心中感到非常不安。臣说的没错吧？是。而第2天，又发生了刺驾之事，这就令陛下心中越发的惕然心惊，令您深深地感觉到寒光寺中的秘密已经彻底泄露，原本非常安全的寒光寺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所以必须要将地牢中的神秘人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正中了蛇灵逆党的奸计。他们这一番苦心策划，就是为了要令陛下心怀犹疑，引您先动起来，他们才好在暗中下手救出那个神秘人物。果然，刺驾案发生的当天夜里，您就密旨黄胜彦到寺中将神秘人物转移到神都，而蛇灵逆党的线人则早已埋伏在寒光寺周围。一见黄胜彦率内卫到来，便立即传信给潜伏在附近的杀手，在归路设伏，全歼内卫，救走了那个神秘人物。事情竟然是这样！这群该死的逆贼，真是罪不容诛。陛下，以目前的状况来看，那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已成为本案的核心。此事不明，蛇灵行动的动机、
动向，便很难捉摸，破案更无从谈起。这就是臣锲而不舍追查此事的原因。他就是朕的老师袁天罡。袁天罡，4天监监正，袁天罡，正是。这块朱果金符，便是当年朕将袁天罡关押在此的密证。可陛下，这袁天罡不是早在10多年前便被陛下下旨处死了吗？淮英啊，你可知道朕当年下旨处死袁天罡的真正原因吗？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数占卜及各种左道旁门。当年朕为皇后之时，对他非常倚重，将4天监交予了他。当年洛河泾县神秘八卦碑上书神都洛阳，此事令举朝震惊，万众瞩目，这才致使朕于3年之后敕引亿万迁都洛阳。不错。据说那块神石之上，说陛下是弥勒转世，当定位于昆，而洛阳在昆，这才有了陛下弃西京长安，定神都洛阳。是啊，是啊。可那是上天降诏，与袁天罡何干呢？哼，什么上天降诏、弥勒转世？那都是假的。什么？假的？那都是袁天罡以天文历法推算出洛河涨水的时辰及大漩涡的位置，而后命人将巨石雕凿成器，按大漩涡的位置将巨石沉入河底。果然，几天后的午时，当时巨石立于水面之上，竟达2个时辰之久。目睹此事的王公大臣及众百姓万分震惊，都认为是上天降诏。这都是袁天罡一手炮制的。正是。原来这件令举世震惊的大事，竟然是假的。可陛下却因此冒天下不为，弃宗庙之地。是啊。看来这个袁天罡真是了不起呀。迁都后，朕对他更加信任。然而袁天罡却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首先将大批亲信派入神都各个衙门充任要职，然后又派亲信进入内卫府中。此事令朕惕然心惊，于是派人查查。1年之后，朕得到确实回奏，洛河县碑乃子虚乌有。可此贼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才要做此惊天的圈套呢？至今，朕也不明白。然当时朕想，一旦袁天罡将献碑造假之事散播出去，朕的尊严何在？朝廷的尊严何在？朕还有何面目对朝中大臣？有何面目对天下百姓？
他骗朕迁都，目的之一就是要派大批亲信入朝。他到底要做什么？此贼妖人也，危害社稷，祸乱天下，罪不容诛啊！这些年，朕一直想知道袁天罡这样做的真正目的。那陛下，您有什么收获吗？不要急，听朕慢慢道来。是。此事败露以后，朕便命人监视袁天罡。果然，几个月后，朕得到内卫府密报，说袁天罡及其亲信暗中联络一批心怀叵测的流人，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伙，名叫蛇灵。什么？是袁天罡创建了蛇灵组织？正是。哦，我说这些蛇灵逆党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要将此贼救出？原来竟是这样。是啊。接到密报后，朕便立即下旨，命内卫府阁领萧清芳拘押袁天罡，并率内卫清剿蛇灵。萧清芳？正是。1个月后，萧清芳回朝奏报，说蛇灵已被彻底击破，逆魁受首。当时朕非常高兴，重赏了他，并擢其为内卫府大阁领。陛下，这可真说得上是所托非人呐。是啊，朕万万没有想到，萧清芳竟然也是袁天罡的亲信。直到去年崇州案时，这个逆贼才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我想，当年萧清芳奉旨清剿蛇灵，定然是在暗中将蛇灵总坛转移，悄然蛰伏，待机而动。这10余年，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终于酿成了今日之祸。是啊。陛下，您还是说说袁天罡吧。当时袁天罡被缉拿，朕严词诘问，可他却一言不发。朕盛怒之下，下诏将其悬首高阶，弃师东市。可是没有想到，在朕临走之时，他说出一句话，令朕改变了主意。来人呐！来！立刻传旨，明日5时，将袁天罡申送东市，坐骑3族，一概一灭。陛下，陛下，你盛也落水，衰也落水。什么意思？10年之后，陛下自知啊。你这是恐吓于朕吗？陛下，臣的占卜之法贯通天下，时人皆习之，这一点为陛下所知，不假臣一二谈也。而在此之前，臣占卜之事有哪一桩哪一件未曾应验？陛下说得出吗？10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天机不可泄露。要解此事，唯有以臣的性命来取换。陛下可要想好啊！因为此事，朕留下了他的性命。陛下，这等妖孽之言怎能信以为真？连洛河献碑之事都可以造假，更不要说10年后的事情了。怀英，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对天象的占卜非常准确，不由朕不信呢。你了解朕，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是。而今，袁天罡所说10年之限已到，而他偏偏在此时被劫，这难道不奇怪吗？为了让袁天罡说出意事，当时朕命人在邙山脚下修建了这座含光寺，在后园的舍利塔下建起了地牢，将袁天罡关押在内。什么？这座寺院是专为关押袁天罡而建？正是。寺院建成后，朕命内卫府派遣内卫轮流化妆进寺把守，因此寺中有1半僧侣是内卫。然而真正的知情人却只有净空和法能5人。可没有想到，竟然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真是天不佑朕呐！陛下，臣隐隐地感觉到袁天罡与蛇灵逆党正在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且直觉告诉臣，他们的黑手已经伸到了我们居住的洛阳。哦，时不我与，要尽快行动。首先是要查清蛇灵的阴谋，否则一场惊天大祸不久便将到来。落轿。小慧，小慧，小慧，你在找我吗？啊！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小慧，啊，是你啊！你怎么这副打扮？怎么，这样不好吗？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哎，小慧，这房子怎么了？为什么把家具搬走了？因为我要离开这里。离开？去哪儿？当然是去你的太子宫啊！嘿嘿，你可真会开玩笑。哼，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从今天起，我要搬到太子宫中。你说真的？当然。这怎么行啊？一旦被皇帝发现，我们就完了。哼，我们？哎，怎么？你搬到东宫不是要和我在一起？你真是个自作多情的男人，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真的爱你？你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已经忍受了你几个月，让一个臭男人天天趴在我身上亲吻，我真的恨不得杀了你！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样吧，
我让你见一个人。他就是你。我？你们是什么人？蛇灵。蛇灵？正是。小慧，你一直在骗我。不错。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计划。什么计划？你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从今天开始，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就足够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与我们合作，否则杀了你！啊！爷回来了，将门打开。哦，是。这座偏殿在后院之中，平常没有人来，而且离落水的距离最近，我看就从这里动手。好，你立刻出宫，召集22位堂主，率人分批进入太子宫。可怎么进来啊？大门前的太子卫帅把守得很严呐。你忘了，他现在是太子。哦，是属下糊涂，我马上就去。你立刻下旨，将后园封闭起来。就说要挖一座荷花池。是，我马上去办。还有，立刻通知总坛，就说武堂得手，计划已经展开。是。我最后见到小梅，就是在大阳山中这座古庙里。大阳山。叔父，以小女所见，蛇灵的总坛必定是在大阳山附近。说说为什么？小梅是9堂堂主，一般情况之下，只要各堂堂主被召到总坛，就绝不允许外出，直至离开。由此推断，小梅与元芳在大阳山中会面，这就说明新造的总坛一定是在大阳山中，而且离那座小庙不会太远。大人，如燕说的有道理。那天夜里，小梅重伤而来，蛇灵杀手随后紧跟。我听为首之人问道：深夜从总坛出来要见谁？从这句话不难听出，总坛定然与小庙的距离不远。元芳，你第一次与小梅见面是在什么地方？柳州的青阳客栈。那么，青阳客栈是不是蛇灵分坛的秘密联络点？好像不是。你能肯定吗？应该可以。叔父，您知道我是蛇灵的6大蛇手之一，可以这样说，
蛇灵在天下各道州县中的每一个联络地点，我都清清楚楚，没有柳州青阳客栈。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不错，大人，我在青阳客栈住了将近20日，除小梅见到标记深夜前来见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如燕，既然这个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呢？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蛇灵的隐秘性，总坛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是这样。如此说来，小梅之所以到青阳客栈之中去见元芳，是因为她看到了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正是。元芳，你将标记留在了何处？就留在了客栈正堂的墙壁上。如燕呢？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我换一种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因为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他这才来见我。明白了。怎么了，叔父？这件事与当前的案子有什么联系吗？蛇灵逆党煞费苦心，安排巧计，就是为了救出困于寒光寺中的袁天罡。我想，他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以蛇灵逆党那些人唯利是图的性格来说，是绝不会花这么大的气力去营救一个已经隐遁了10年之久的老主人。而今我们身在京城，被对手牵制，非常被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破解蛇灵的阴谋，首先就要找到蛇灵总坛的所在。因此，元芳，你与如燕连夜起身，2探大阳山，记住，绝对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是，我们立刻动身。前路多艰，你们要多多珍重啊！请大人放心，元芳此次定不辱命。大姐，老主人回来了。哦，在哪里？已到祭坛。老主人，请。青芳啊，哎呀，青芳拜见老师。快起来，快起来！怎么样，还好吧？老师，10年不见了，你仍是清健如昔呀。清健是不假，如昔可就谈不上了。岁月催人呐。像我袁天罡，已年逾古稀，做完这次大事，蛇灵就该真正交给你了。不，老师，你永远是蛇灵的主人。青芳，
事情进行得顺利吗？非常顺利，只待老师一到，便各路并举。我等了10年，这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入教。落轿。哎，好了好了，先拉一趟，一会儿再回来啊。是。阁老，哦，殿下，您怎么有暇到太子宫一叙啊？过几天陈奉圣谕使之差遣，临行前来看看殿下。哦，真是难得。阁老，快请坐。谢殿下，请。殿下，老臣刚刚经过东宫侧门，看到有很多辆大车从门前驶过，是不是宫中正在动土啊？正是。后园中要修建一座荷花池。哦，是这样。殿下，老臣今日来是有几句话想对殿下说说。阁老请讲。而今朝内的态势，殿下您的心里非常清楚。以梁王为首的武士宗嗣，纠合朝中一批大臣，苦谏圣上废礼立武。在这个紧要关头，为礼堂神器，为列祖列宗，您可一定要敛尽自持，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昏乱行事，授人以柄，否则后果不堪承负啊！阁老，我明白您的意思。臣听闻前些日子圣上曾下诏申斥，说您沉湎酒色，不理朝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臣请殿下挥慧剑，斩情丝，以大局为重，社稷为重。承蒙阁老教诲，我现在已毅然决绝，不再沉溺酒色，请您安心。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直、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这是当然，这是当然。好，那臣就告辞了啊！阁老深情厚谊，李显万分感激。这都是为臣子应该做的，何劳殿下致谢？那臣就告辞了。殿下请留步，我送阁老。有劳殿下。请。
老爷，上轿吧。哦。这里就是大阳山。正是。你和小梅见面的那座古庙在哪里？就在那儿。小梅就是死在那座庙里的。走，去看看。驾！驾！小梅就是死在这台阶上。你看，庙中干干净净，没有尸体，也没有血迹。定是你走之后，蛇灵派人收走了小梅和那些杀手的尸身。由此可以断定，总坛一定离此不远。我也是这么想。可是茫茫大阳山，绵延数十里，这总坛到底在哪儿呢？唉，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李将军也会有泄气的时候。倒不是我泄气。上一次小梅死后，我孤身一人在山中寻找蛇灵踪迹，几乎将附近的山峦转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丝毫线索，无头无绪，不知从何入手。元芳，别着急，这次有我陪你，一定会找到蛇灵总坛的。哼，有你陪着又能怎么样？该找不到，还是找不到。你真是不知好歹，好心好意陪你出来，还说这种话。哼，你自己找吧，我走了。哎，难道你就不打算挽留我一下？哼，挽留什么？反正你也不会走。唉，知我者，你也。你就知道我是个好事之徒。元芳，看着我。干什么？你看着我。答应我，绝对不要泄气，一定要找到蛇灵的总坛，为小梅报仇。如叶，我这个人唯一的特点就是，永远也不会泄气。这才是我喜欢的人。哼，你呀，就像个孩子。这样吧，咱们分开搜索，看看能不能在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好，我搜外面，你搜里面。啊不，你搜里边，我搜外边。哎，你等等，你是怕蛇灵的杀手突然闯进来，我应付不了吧？你这是关心我呢，还是不信任我？好了，别贫嘴了，快动手。不行，回答我。就算是关心吧。谢谢你。
是小梅，是小梅留下的。可她不是已经死了吗？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那天夜里，小梅来到庙中与我见面，她穿的外衣就是用这种绸布制成的。你是在哪儿找到的？院里的蒿草丛中。可是那天她明明是死在二门的台阶之上，她衣服上的布片怎么会到了蒿草丛中呢？会不会是风吹的？不会。你看这绸片参差不齐，一看就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而且绸上有血迹，一定是有人用它为小梅包扎过伤口。有人？是谁？你说呢？难道小梅没有死？如叶，这个蛇形标记，除了你和小梅使用外，别人知不知道？没人知道，标记是我们俩发明的，绝不会有外人知道。也许你说的对，小梅没有死。可当时她明明已经没有了脉搏，怎么会？哎，也许是因为她当时流血过多，暂时昏厥，可你却以为她死了。可能吧。如果小梅真的没有死，那她既然留下了标记，就一定会回来。元芳，我看咱们今夜留宿古庙，看一看有什么动静。山坳中，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并不后悔，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哼！可你背叛了蛇灵，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也背叛了抚养你长大的老主人。我没有背叛任何人。你救了彪把的性命，难道不是背叛吗？文中做事一向恩怨分明，我这样做自有道理。哦，我倒是想听听。10年前，蛇灵建坛之时，老主人率领我们所有人，在祭坛之上立下誓言，惩恶扬善，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这你还记得吧？当然记得。可这和你救武则天有什么关系吗？不错，因为他现在还不能死。为什么？如果武则天遇刺身亡，朝廷便立时大乱，太子懦弱，无能左右局势。一旦地方诸侯割据，不听太子号令，朝廷便失去治控之权。再加上武三思等人虎视眈眈，觊觎帝位，几派诸侯焦灼火拼，便不知鹿死谁手。到那时，为争夺帝位，几派必将挑起战火。这样，朝廷崩溃，国家分裂，
黎民遭殃，生灵涂炭，就像三国魏晋一般，而我们就是千古罪人。你可真是忧国忧民呐！这有什么不对吗？当初老主人创建蛇灵，就是因为忧国忧民。谁想到他被捕后，你不遵蛇灵主张，恣意胡为，做的都是些出卖国家、危害百姓、见不得人的勾当。说到背叛，背叛的是你们。你还有脸提起老主人？他若是知道你做下贩卖蛇灵的事情，非亲手杀了你不可。哼！贩卖蛇灵，是你们出卖了我。我问你，寒光寺中另外一个杀手是谁？血灵。不错。哼！如此看来，你对我早已没有了信任。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卖我，也是意料当中的事。我该信任你吗？当然不该，因为我也从没有信任过你。刚刚说到了出卖，这一次你派我前赴寒光寺，实际上就是以出卖我的生命为代价，保证刺杀的成功。而今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说我出卖蛇灵，哼，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萧清芳，我今日之所以来见你一面，就是要告诉你，毁文中自今日起与你恩断义绝。哼，真是巧言令色，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要背叛蛇灵。你并不代表蛇灵，我背叛的只不过是你萧清芳而已。哼，还没有人能够活着脱离蛇灵。文中愿做第一人，为不满你倒行逆施的兄弟姐妹开一先河。哼，话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连这个亭子都出不去了。蛇灵绝不允许背主求荣的人活在世上。背主求荣？在我毁文中的心里，蛇灵之主只有一个，就是老主人袁天罡。至于你，不过是宵小之辈，为在下所不齿。哼，你张口老主人，闭口老主人。如果老主人真在你面前，你怎么样？只要他说一句话，说我此事做得不对，文中情愿自裁。好，这话可是你说的。在下语出如山，绝不食言而肥。哼，你现在转过身去看看，背后站着的是谁？啊，老主人！老主人，你回来了。文中啊，起来吧。老主人，您是怎么回来的？哈哈，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文中啊，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刚刚所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文中，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你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放走了我们最大的标靶，这就意味着背叛。你是蛇灵的元素，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我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不择一切手段，也不要管什么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蛇灵的目标只有一个：建立自己的天下。啊？什么？建立自己的天下？不错。老主，这就意味着反叛吗？我已说过，我们要无所不用其极。文中，
此次寒光寺中之事，你虽身犯大过，但念在你忠心耿耿的份上，就不予追究了。今后这样的事，绝不能再发生，啊！你是蛇灵6大蛇首之魁，今后要忠心辅佐，绝不可再生异心。还不向青芳道歉？文忠，你没听到我说话吗？老主人，恕文忠不能从命。你说什么？文忠身为李姓宗祠，怎能协同蛇灵毁我大唐神器，篡我李氏江山？这岂不是卖身投敌，助纣为虐，与禽兽何异？你文忠死后，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我九泉之下的父母？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老主人，你对文忠有养育之恩，文忠万死难报。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恕文忠不能苟从。好一个李姓子孙呐！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来人，来，将毁文忠拿下。动手！众人上前，擒拿叛逆。是。上，给我上，杀了他！众人上前，诛杀叛逆。血灵，杀了这个无耻的叛徒！是。你就是血灵？正是。动手！怎么样，惠文忠？没想到吧？血灵其实是2个人，他们这招移形换影是从小到大用20多年的时间练成的，哼，没有人能够识破。雕虫小技！可笑你还在做困兽之斗。血灵的刀上涂的是见血封喉的剧毒。杀了他，挖出他的心，祭奠总坛。是。给我杀！
外面有动静。嘘，是小梅吗？走。你的藏身之术不是很精到吗？怎么不用了？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闪灵，竟会落到这步田地？哼！唉。6大蛇手之魁，天下第1高手。想当年，你是何等意气风发？只可惜你太不识时务。惠文忠啊，惠文忠，老主人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你从今后死心塌地地帮助我们，就既往不咎。可谁料想你竟然如此执迷不悟，真是自取死路。事到如今，就不要怪大姐心狠了。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哼，只可惜你是看不到了。好了，到那边去见你的列祖列宗吧。啊！李元芳，是你？不错，真是难得。萧将军还记得在下。自崇州一别已经2年了，你们可真是锲而不舍呀！慨当以慷誓灭蛇灵，这是我们的宗旨。这一点，萧将军心里应该最清楚。哼，李元芳，这大洋山中不是崇州，更不是洛阳。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步步杀机，你进得来，恐怕就出不去了。是吗，萧将军？元芳有个想法，不知你是否想听一听？当然。把这座小庙变成你的坟地。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能够做到。
是人是鬼啊？是人是鬼啊！大姐，回总坛吧。不回！今天不杀死他，我绝不回总坛。弟兄们，给我上！杀了他！魔灵呢？大姐，大姐，好，来到，这个人就是李元芳，杀了他！退下！你就是李元芳？你是谁？魔灵，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我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神？如果你的脑袋够结实的话，尽可一试。哼，好大的口气！还没有人敢和我这样说话。你现在已经听到了。魔灵，杀了他！李元芳，好大的名头，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令人齿寒。你难道没有发现，这只铜爪只夺走了我的刀头？啊！刀柄在我的手里。嘿！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大姐，魔灵重伤，抬下去。是。怎么样，萧将军？还想试一试吗？弟兄们，给我上！就是杀不死他，我也要累死他！我就不相信那么多人杀不了一个李元芳！给我上！萧将军，记住，你欠我一条命。嘿！废物，一群废物！这么多人，竟然留不住一个李元芳！哼！
惠文忠呢？不知道啊，刚刚还在这里。上了吕元芳的恶当了。这庙里定然还有另外一人，趁我们围攻李元芳，暗中将惠文忠救走。我说李元芳竟然贸然现身与我们酣战，原来是为了拖延时间。大姐，追吧！已经晚了。一旦惠文忠落入狄仁杰手中，那就大事不妙了。一定要杀死他们！你马上通知大阳山中所有蛇穴，只要发现他们3人，立刻通报总坛。是，我马上就去。元芳，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担心死了。就凭蛇灵那几块料，留不住。怎么样？他中了剧毒，我看是不行了。还有救吗？他中的毒倒是并不难解，这是蛇灵专配的，叫蟒哈。只是在这大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一应药品俱无，要救也无从救起呀。如烟，我们立刻带他离开这里，找一个镇店配齐解毒药品，一定要把他救活。现在出去？元芳，我们大闹小庙救出闪灵，而今蛇灵定然已经调动起大阳山中所有蛇穴，暗中监视埋伏。一旦与他们遭遇，那……如烟，顾不得这许多了，救人要紧。外面就是龙潭虎穴，咱们也要闯一闯。这怎么回事？蛇灵也是天阳客栈犯了杀人命案。什么？杀人命案？是呀，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2个客人，都是被刀砍死的。你怎么知道的？今儿一大早，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青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这青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会出这种事？谁说不是啊？这2个人是何时进店的？回大人，是昨天傍晚。那你是在何时发现的尸体？今天清晨。死者伤口之处的鲜血已经凝固，据此判断，凶案应该发生在昨夜的子时左右。不错，刺史大人，您看2名死者都是喉头中刀而亡，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大人，这2人会不会是相互斗殴致死的？绝不可能。第一，这屋中没有凶器；第二，2个死者是对头而倒，这就说明凶手是面对面将这2人杀死的。老板，哎，大人，昨夜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昨晚小的为这2位客人送完饭，这2位便将房门插上了，小的也就回到房中休息了。因一天忙碌，非常疲惫，到夜里睡的就像死猪一样，什么动静也没听到。那么店内值夜的是何人啊？是店里的哑巴女童。你们去将她唤来。是，走。是。快，笨蛋，进去。来了。哎，这蠢货见了刺史大人还不跪下！他妈笨蛋，我让你跪下！好了。昨天夜里是你值夜？
半夜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了吗？笨蛋！哎，你就不能慢点比划？大人能看得懂吗？不要惊吓于他，退开。是。你是说听到有人倒在地上的声音？那后来呢？你敲门，没有回答。然后你就离开了。好了，你去吧。滚蛋！昨夜凶手果然在这里。大人高明。老板。大人，昨天晚上还有没有别人进店？没有啊，就这2位。小店是有时打烊，虚时便已关闭，除非那个凶手是自己飞进来的。命衙役收尸，传仵作到州衙验看。是。哎，老爷，这不就是青阳客栈吗？这门前怎么围了这么多的人呢？不知道呀，去看看。刚刚对你说的都记住了吗？大人您放心，一有动静，小的立刻向您回报。青阳客栈出了杀人命案，你有连坐之责，要小心为是。是。老爷，好像是出事了。进店。是。走。你这个丧门鬼啊！自从你来到这个店里，这个店里就没安生过。今天砸东西，明天死人，这个店早晚回到你手里。我打死你！你这个蠢货啊！你这个笨蛋啊！我打死你！哎呀！你这个丧门鬼！老子打你，你还敢躲？我他妈！我今天我打死你！老板，借宿。还不起来？客官请。一共7位啊？对，要4间上房。没问题，请。请坐。老板呐，我们是走访的郎中，这一路行来口渴难忍，是不是先让我们喝一杯茶呀？好，快沏茶去。你们都坐下吧。都进来坐，进来坐。坐。老板呐，刚刚我们在店门前看到有许多官差，是不是这店中出了什么事啊？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快点，茶放下。小姑娘，店里是不是出事了？刚才我看见公差抬出2具尸体，是不是死人了？是出了点意外，但是没关系，您尽管放心住。
狄春呐，在。哎，把银子拿出来。是。哎，老板，来，坐。啊。哎。你看看。哎呀，这是纹银50两啊。是。这样我问，你答。哎如果答错一句，扣掉10两。答对了，这些银子都是你的。哎呦，好，您尽管问。这店里是不是发生了凶案呢？不是，哪有什么凶案呢？是俩客人猝死，这才惊动了衙门。哦，答错了，扣10两。您先把这银壳子放下，您再问，您随便问，小的一定实话实说。不瞒您说啊，昨夜店里是死了2个人。怎么死的？嗨呀，谁知道？真是邪门了。昨儿傍晚来了2个住宿的客人。老板。哟，2位，要住店吗？是啊，要一间上房。好嘞。来，左拐天字号第1间。好。哎，客官一会儿吃饭你们是在这儿吃啊，还是给您送到房间里去？我们不出来了，你让人把饭菜送到房间里吧。好嘞，马上有人给您送水去。好。我亲自将晚饭送到他们房间，这2位话都没说就让我出去，紧跟着就插上了房门。那后来呢？客官，后来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今天早晨我给他们送水，发现房门开着，2个人已经被杀了。哎呀，真是倒霉！我开店10几年，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真晦气。这样，你带我到那间房中去看一看，好吗？哎，好的。那，这银子都是你的啊！哎，谢谢客官。那2个人就倒在门前，头对头，尸体的喉咙上还开了个小口子。哦，你是说他们的咽喉被人割破？正是。哦。好，打开吧。哦，老板呐，昨天夜里店中有人听到什么声响了吗？刚刚那个哑巴好像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还敲了敲门。要不我帮你把他喊来问问？好，去吧。哎。老爷，您怎么了？狄春呐，你觉得这2人是何人所杀呀？我哪知道啊？哎，老爷，您知道？我问你，这凶手怎么进到这房中的？这不知道。你看看，
门栓完好无损，这说明凶手绝不是破门而入。窗台上落着灰尘，这说明窗户也从未打开过。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入房中，杀死这2个住宿之人呢？这可真邪了。哎，老爷，那您说他是怎么进来的？当然是敲门而入。敲门？老爷，您是说这屋里的住宿之人自己把房门打开，让凶手进来，把自己给杀了？这怎么可能呢？帝春呐，我来问你，换了你是死者，听到敲门之声，能断定外面的人就是凶手吗？这倒也是。哎，不对啊，老爷。什么不对？刚刚店老板说，那个哑巴女童昨晚在此值夜，如果有人敲门，她会听不到吗？快，过来，快点！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于是你便来到门前敲了敲门，然门是插上的，是吧？哦，那你听到关门和插门的声音了吗？好了，你下去吧。啊，去，走吧。客官，您想什么呢？哦，没想什么。您问的可比刺史大人还详细。您是不是？老板呐，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间房中。您不忌讳？哎，常年在外行走之人，哪有什么忌讳？好了，你把我这几个子侄安排好了，你就去忙吧。啊。元芳，天快黑了。跑了一整天，也没遇到一个阵点。这回文中怕是难以支撑了。是啊，不能再露宿野外了。回文中身中剧毒，已经奄奄一息，一旦宿凉侵体，恐怕连今夜都过不去了。得找个山里人家宿下。可这茫茫苍山之中，到哪里去找人家呢？元芳，你看，那里好像有户人家。哦，不错，看样子确实是人家，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走，去看看。走。好像没有人。有人吗？是人还是鬼啊？当然是人，过路之人，因错过宿头，特来贵处借住一宵。
借宿的。正是。你们怎么跑到这峰顶子上来了？因错投了路径，才来到此处。哦，那既然是客人，就请进吧。来来来来来。二位，请吧。老人家不敢白住，穿资奉上。山里人家借宿不需使钱，请吧。多谢老赵。二位，请吧。哦。来。哎呀，山里人家窄小破烂，二位今天晚上将就着住在这间吧。好。多谢老赵。灶下正在煮食，收拾完后就过来一起用饭吧。叨扰老丈已是于心不安，怎敢再想饭食？哎，您太客气了，山里人家没那么多规矩。如此，便多谢老赵。谢谢了。好。元芳，这老头家中怎么有着许多棺材？煞是怪异。也许这是山里人的风俗吧。哎，把围布打开，不要闷坏了它。怎么样？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哦，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无大碍？不，脉象并不能说明一切。也许到了夜里，他所中之毒会突然迸发，毫无征兆地要了他的性命。因此，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还很难说。这样吧，我去问问那位老汉，附近山中哪有镇店？来，老人家家中就您一个人啊？是啊，老伴儿没了，就我一人。坐。您老是做什么营生的？怎么把这房子建在这高山绝顶之上？我早年是猎户，因每日跋山涉岭，这才把房子修在了这里。后来上了岁数，山爬不动，茶也使不成，老伴儿又没了，便只能替人做些棺椁，勉强糊口。哦，是这样。客人呐，这大山的道路崎岖险峻，除了附近来运棺木的，一年之中都不会有生人到来。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呀？实不相瞒，我们的一位朋友中了剧毒，想要寻找镇店医治，不想却错投到大山之中。中了剧毒？正是啊。让我看看。怎么，您会治病？哎，我早年是猎户，这山中的毒蛇猛兽，任哪一样都能要了你的性命。要想命长一点儿，就得什么都会点儿。哦，那就有劳了。哎，
元芳，如叶，这位老人家会治病，让他看看吧。太好了。哎呦，好厉害的毒啊！您这位朋友是让毒蛇咬了吧？正是。二位啊，别怪我老头子嘴臭，您这位朋友恐怕是没救了。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哦，老人家，啊，您手里有什么草药？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你说什么？这里有毒儿怪？啊，是啊。太好了，元芳，回文中还有救。哦，这毒儿怪正是蟒哈之毒解药之中的一味，如果用它煎熬服下，我想他再停2天是不成问题的。真的？当然是真的。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毒儿怪多给我一些？当然可以，这个值得什么？那就多谢了。哎。进来。哎，姑娘，怎么是你来送茶呀？狄春呢？哦，他在安排晚饭，所以让你来了，对吗？你叫什么名字啊？小飞。哦，小凤。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青阳客栈呢？1年以前。1个月。哦，是不是这儿的店老板对你很不好啊？你父母呢？那在柳州，你还有什么亲人吗？好，你去忙吧，啊。哦，有这等事，大人，您看该怎么办？先不要打草惊蛇，到了深夜再行动。是。元芳，药熬好了，把它扶起来。灌不进去啊！老张，你帮我一下。我来。还真
听话。别废话了，快喂药吧。有门儿。太好了。最后一点儿。哎呀，真不容易。来，扶他躺下。慢点，慢点啊！老张，真要多谢您啊！嗨，有什么可谢的？赶上了，要不谁也没辙。老人家这附近哪有镇店吗？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哦，老人家，啊，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10几里山路。太好了，回文中这次有救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别停下，继续喊，走，把客栈围起来。是。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原来是这样。拿出所有出口。大人，就是他，大胆狂徒，见刺史大人竟喊不跪。不知刺史大人银夜闯入老朽房中，有何贵干呢？有何贵干？你这是明知故问吗？在下不懂大人的意思。你姓字名谁？哪里人士？在下淮阴并州人士。到柳州何干？走访郎中，走街串巷，为贫民医治疾病。哼，医治疾病？我看你是另有所图吧？哦，不知大人以为怀某所谓何图啊？我来问你，你为何对青阳客栈凶杀案如此兴致盎然？那是因为草民从年轻之时对断案就颇有兴趣。那么你为什么要住进死者的房间？难道也是对断案有兴趣？不过是兴之所至矣。哼，你这刁滑之徒，分明与本案有涉，事到如今还不如实招来。哦，不知大人说草民涉及此案，有何凭据啊？哼，就凭你的表现，普通人遇杀人命案，躲之有恐不及。有谁会不惜花费重金向店主邀买真情？先生，我劝你一句，还是说实话吧。还有呢？正常之人
又有谁会深入凶案现场东查西找？又有谁会不畏恐惧住进死者的房间？仅凭这几点，本官就断定你与此案有着重大的关联。即使不是杀人凶手，也定是知情之人。而今在本官面前，你竟还在巧言令色、大言不惭，就不怕国法森严吗？大人仅凭着几点凭空臆断，还有店老板的告密之词，就能断怀某涉及谋杀，真乃神人是也啊！依我看，自今日起，这柳州也不必再设公堂了。遇有案件，就请大人凭空猜测一番，也就是了。啊！大胆！来人，在，将他拿下。是。住手！闪开！我看你们哪一个敢造次行事？怎么，见事情败露，便想抗拒抓捕，逃之夭夭？实话告诉你，青阳客栈已被团团围住，你插翅难逃。只是呢，将真情道出，尚可开脱，否则你便是抵抗官府，大逆之罪。好了好了，大人，草民这就道出真情。哼，早该如此。退下。是。你说吧。大人，这间屋子就是昨夜凶案发生的现场，这一点可以肯定吧？当然，尸体就是在屋中发现的。这就是了。据今日店老板对草民所说，昨天晚上他为这2位客人送完晚饭之后，这2人便将房门插上了。不错，那又怎么样？大人请看，门栓完好无损，这就证明凶手不是破门而入。这一点本官知道，不用你说。好，大人请随我来。这窗台之上落有灰尘，并且整个窗户没有开启的痕迹，这就证明凶手也不是从窗中进入房间之内的。哼，不要绕圈子，说说这杀人命案吧。大人不要心急，草民之所以强调这2点，那是因为这屋中只有门和窗可以进入，而2者完好。请问这杀人凶手是怎样进到这房中的呢？此事本官正要问你。大人，凶手当然是撬开房门进入屋内的。哦，可店老板说昨夜并无旁人入住店中。正是。大人，此人乃一派胡言，拖延时间，请大人立刻将其拿下。重刑之下，还怕撬不开的嘴？老板，你太心急了吧？哼，那也没有你急于为自己辩白来得及吧？退下。你继续说。大人，据店老板叙述，死者是头对头倒在门前。不错。咽喉处都有一道伤口。是的。大人，你今年断案有一点应该最清楚，咽喉是人身体上最柔软、最薄弱之处，然而也是最不容易被击中的地方。因为当人遇到正面的攻击时，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躲闪头部，之后才会传达到身体和下肢。不错，是这样。本朝狄阁老所著的《案经》之中就做过这样的论述。是啊，大人请想，
两个死者都是咽喉被割开一条小小的伤口，便致其死命。这个凶手会是普通人吗？是啊，一般凶案中的死者都是胸前乃至腹部有数个甚至10数个伤口，可本案中的死者的的确确只咽喉一处伤痕，这一点果然非常奇怪。那依你之见，凶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可以断定，凶手是江湖上的专职杀手。专职杀手？不错。近日，怀英来到房中，详查之下，屋里并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这就说明两个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凶手杀死。大人请想，以一人之力同时击杀2名大汉，而这2个死者竟毫无反应，这个凶手的速度和力量由此可见一斑。那么，凶手有没有可能是2个或更多呢？绝对不会。哦，为什么？大人，请看。凶手定是站在这里出手杀人的，因此死者的尸身才会对头倒卧在门前。请大人看一看房门左右门框之间的距离，怎么能够容得下2个凶手同时挥刀呢？即使真的有2个凶手，肯定不会是同时挥刀，那么只有可能是一人挥刀，一人刺出，那样死者尸体上的伤口就绝不会都开在咽喉之处，很有可能一个伤在喉部，而另外一个伤在胸前。李春呐，在，借他们的刀使一使，我们为大人演示一下。好，大人，假如真的是2个凶手同时站在门前，我们为您演示一下他们挥刀的动作。来，1、2、3。大人，2名死者伤在喉部，而且没有任何打斗躲闪的反应。这就说明，如果真是有2名凶手在门外的话，那这2人定然是要同时出手，否则死者会立刻做出反应。不错，但刚刚你看到了，不要说挥刀，就是刚一拔刀，2条手臂就撞在了一起。是啊，看来凶手只有1人，而且是个杀人惯犯。不是惯犯，而是专职杀手，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和速度？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说最重要的。据店老板所说，2名死者是倒卧在门前，这一点可以肯定吗？可以肯定。好，这就说明2名死者肯定是听到了外面叫门之声，其中1人走过来打开房门，凶手站在门前与他讲话，而另1人走上前来，此时凶手突然出手，用快刀将2人杀死。是这样。张环、狄春在。我们再为大人演示一番。是。我站在凶手的位置，你2人进屋，站在死者的位置。是。把门关上。他要逃跑，住口！2位请开门。谁呀？是我。客官，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大人，草民的分析
还有些道理吧？有道理。那么，凶手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够令这2位死者打开房门，而且还站在门前听他讲话呢？肯定是熟人。不错，肯定是熟人，而且是令这2位死者毫无防备的熟人。本官似乎有些明白了。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哑女小凤，她说并没有听到外人进店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敲门之声。不错，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因为那个凶手根本就不是外人，所以他没有进店，而是住在这里，而且他也没有敲门，是用声音把门叫开的。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凶手会是谁呢？凶手就是你啊！不，大人，您开玩笑吧？哼，这位怀先生的分析精到准确，使用的是排杂法，他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只留下一种，而这一种就是事实真相。大人，难道您就听他一面之词，就说小人是凶手？哼，一面之词。怀先生乃是通过推理之法，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展开侦破，这是最高明的断案技巧，需要缜密的思路，清晰的头脑。可笑你孤陋寡闻，竟说这是一面之词，真是可笑之极。我想，昨夜之事定是这样的。2位客官，谁呀？饭吃完了吧？小的来收家伙。来了。我跟你说啊，哎，怎么了？啊！哼！怎么，你还不承认？大人，这怀英见我告密，便恶言栽赃，诬陷小的。杀人定有动机，小的杀这2位客人，动机是什么？你怎么会知道？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带走，走，交给你们了。刺史大人，凶犯既已成擒，草民可托干系否？先生神乎其技，温开万分钦佩，请受下官一拜。好了好了，看来温大人对断案一道颇有心得，怀英不才，愿与大人共搓之。怀英，先生的名字怎么？今日您这番推理真可谓冠绝今古，神行有加，令下官想起一个人呢。谁呀？当朝宰辅狄仁杰，狄阁老。下官对狄阁老崇拜已极，曾深研过他的断案之法。如果下官所记不错，他老人家的字似乎便是怀英。不错，我就是狄仁杰啊！阁老，我叩见狄阁老。卑职狂言造次，无礼之极，请阁老责罚。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不欲暴露身份，这才微服来到柳州啊！大家都起来吧，起来吧！谢阁老。阁老，卑职真是万分的惭愧。这有什么关系？不知者不怪罪。今后再也不可提起此事啊！谢阁老宽宏大量。温大人，那2位死者的尸体还在吗？正在府中，仵作尚未验尸。走，去刺史府。是。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好了，你下去。是。阁老，这就是那2位死者。
来呀！在。将尸体翻过来。是。阁老，有个问题，卑职可以冒昧的问一问吗？说吧。刚才在青阳客栈，您说了一句什么，才令凶手惊慌失措，图穷匕现？蛇灵。蛇灵？我本来只是炸他一炸，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蛇灵。既然青阳客栈不是蛇灵的秘密联络点，这两个蛇灵属下为什么要来？这个老板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我换一种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因为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他这才来见我。是他。老爷，怎么了？温大人，卑职在。将那个店老板带到这儿来。是。走，快走，走，快走，快点，快点，过去，过去。大人带来了。你叫什么名字？吴翔。这两个死者为什么要到青阳客栈？你为什么要将他们杀死？哼！既然落入了你们的手中，要杀就杀，不必多言。大胆恶贼！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竟敢如此说话，真是胆大包天！来人，在！哎，我知道你是小梅的手下，对吗？每一次苏显儿来到柳州，在客栈中留下标记，都是你将消息传给小梅。小梅这才来到客栈中与苏显儿见面，我说的不错吧？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你也是蛇灵的属下，而且就隶属于小梅所在的酒堂。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这两名死者也是蛇灵的属下吧？他们为什么要来到客栈之中？说！在我的身上，除了死，你们什么都不会得到。这样吧，温大人，将此人押入大牢之中，让他好好想一想。是。来人，在。押进大牢。是。走。走，走。
走，回客栈。是。是，走。哦，你们老板他杀了人，被衙门抓起来了。他对你那么恨，你还念着他，抓起来更好，今后就没人打你了。老爷，他说什么呀？哦，他说从父母死后，他就在这世间飘零，没有人肯收留他，只有这青阳客栈的老板见他可怜，才让他住下。平时做点零活。哦，他还说老板只是脾气坏，但是对他还是挺好的。我说的对吧？小凤啊，今后你要到哪里去呢？狄春呐，在。我看这样吧，往后就让他跟着我们吧。啊，老爷，这不太方便吧？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这小厮只知道以貌取人，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枉费了我对你一番教导。得，老爷，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小凤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啊？哦，好了。哦，对了，你带我们到老板的房中看一看。小凤啊，你不用陪我们了，去歇息吧，啊。老爷，这是什么？这是如燕和小梅相约见面的标记。小梅，她不是已经死了吗？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老爷，您想明白了。狄春，在。是。
哎，老李，这没到换班时间，你怎么就回来了？老李，你这是怎么了？改倒着走路了啊？啊，怎么是你？要走了，总得和我手里的刀打个招呼吧。别管我，快跑！快跑啊！怎么，失望了？好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到底是谁？哼哼，小凤，小梅。这才是你的真名吧？你是谁？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是狄仁杰。狄仁杰？那显儿和李元芳是你？李元芳是我的部下，原来蛇灵的杀手苏显儿现在名叫如燕，是我的侄女。大人，我终于见到您了。你没有死。是，我没有死。小美啊，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吗？你们去吧。是。小梅啊，为了如燕，为了元芳，为了我们，你受委屈了。自我逃出大洋山，来到柳州，历经了多少磨难，我无时无刻不在悬着心，担心蛇灵的人找到我，担心我还没有将自己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就被他们杀死。可是今天我终于见到您了。您看我就是哭呀哭的，正经话没说一句。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小梅？难道我露出了什么破绽？不，你的易容术非常精湛，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怎么说呢？这话要从洛阳说起。洛阳？是啊，当时元芳和如燕受我之命要二探大洋山。临行前，我问起了元芳在青阳客栈与你见面的情形，
他说在客栈中留下标记，当晚你就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你是怎么知道客栈中留有标记呢？这个问题元芳不知答案，还情有可原，可如燕也回答不上来，这就更令我感到疑惑。当时我的脑海中便形成了一个推论：青阳客栈之中定有你的眼线，这个眼线看到标记，便将消息传给你，这样你才会来到这客栈中。这个推论一经形成，我立刻感到，也许我可以从青阳客栈入手，找到蛇灵的一些蛛丝马迹。于是，我便下定决心，前赴柳州，到这里来探一探虚实。这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原来是这样。好，走吧。事有凑巧，当我来到客栈，正好发生了凶杀案。我隐隐地感觉到此案定与蛇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佐证，但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我，这绝不是一宗普通的谋杀案。果然，我经过一番探查，断定了吴翔便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与此同时，一个推断形成了，这个吴翔就是你留在青阳客栈中的眼线。但当时一切并不清晰，这也只能算是主观臆断。大人，您推断的一点不错，吴翔确是我的属下。每一次显儿来到柳州，在店中留下标记，他看到后便立刻通知我。随着事态逐步明朗，随着吴翔暴露出杀手的真面目，事情清晰起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与如燕在洛阳的一番对话。既然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组织的隐秘性，蛇灵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血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想到了这番话，一切便豁然开朗。这个青阳客栈是你命九堂弟兄私自建起的，为的就是避开蛇灵的耳目，便于和如燕见面。大人，您真聪明，一点不假。我命吴翔建起这座青阳客栈，目的就是为了与显儿以及其他几位好朋友在暗中会面。明白了这一点，吴翔的身份也就非常清楚了。他定然是蛇灵九堂的弟兄，而且是你的死士，所以你才会将如此隐秘的事情交给他。大人，吴翔从我到九堂后就在我的身旁，非常忠诚。确定了这个身份之后，我立刻想到那两个死者也很有可能是蛇灵的成员，于是我便到州衙验尸，果然证实了这一点。然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身上，我只想搞清楚吴翔为什么要杀死那两个蛇灵的下属。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个推断，也许是因为青阳客栈的秘密暴露，这二人奉上司之命前来调查，吴翔害怕事情败露，
因此才除掉了这2个人。可这时，一个疑问出现在我脑海中。首先，小梅既然已经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第二，如果吴翔为了害怕失败而杀人，那么他杀人后为什么不赶快逃离客栈，还要在此支撑？这样做岂不是非常危险，而且也不合乎逻辑？此时我才想到了你，一个假设也形成了。什么假设？假设你没有死，逃回客栈，而你的行踪又被蛇灵发现，因此派人前来调查，那吴翔的一切行动就完全合理了。大人，您真了不起，难怪我们蛇灵屡次败在您的手中。想到了这一点，我立刻赶回客栈搜查吴翔的房间，果然发现了一样东西。此物一经发现，我的判断便立刻得到了证实。小梅并没有死，而是化妆成哑女，隐藏在青阳客栈之中。为了不引人注目，吴翔平时对你又打又骂，其实这客栈中的一切都是由你来做主。想通了这一层，我料定你绝不会将吴翔丢下不管。于是我命张环、李朗到狱中按伏。然而我知道，以这2人的武功是无法与你相比的，因此我只是叫他们将你逼走。因为不救出吴翔，你是不会离开柳州的，一定会再回到客栈之中，而我就在这里等你，揭开你的身份。不错，大人，事情与您的判断可以说是丝毫不差。1个月前的那天晚上，在古庙之中，小梅，小梅，你醒醒啊！赶快回总坛向大姐报告，立刻派人前来清理现场。好，走走。我逃出庙外，躲到深山之中，直到伤口痊愈。这个时候，距古庙事发已经10几天了。当时我想，
萧清芳定然不会放过我，一定会四海追杀。天涯茫茫，我又能到何处藏身？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李元芳，如果他知道我没有死，定会将我带到显儿身边，这样我就安全了。于是，我半夜潜回小庙，留下了蛇形标记。几天以后，我深夜到庙中查看。大姐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我拼死杀出升天，逃出了大洋山，来到柳州青阳客栈。当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姐命酒堂的新堂主率堂中的兄弟姐妹四处寻找我的踪迹，而吴祥正要关闭青阳客栈。这个时候，我逃了回来。哦，是这样。这吴祥也算得上是个忠义之人。是啊，在那种情况下，收留我就意味着要豁出自己的性命，所以大人，请您对吴祥网开一面。这件事你就放心吧。谢谢您。哦，那后来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在客栈中潜伏下来，本想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到洛阳寻找显儿。可没想到，昨天傍晚来了2个人。二位住店要间上房。好，我们想向你打听个事儿。您说，最近在你的店里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标记？这什么东西啊？古里古怪的，没见过。真的没见过？真的没见过，我还能蒙您吗？好了，带我们到房间吧。左拐，天字号第1间。好的。是什么人？蛇灵的人。什么？干掉他们。是。大人，这图上画的就是我与如燕暗中约见的蛇形标记。当时我心中的惊恐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为他们发现了我的踪迹。难道不是？当吴祥将那2人除掉，我们检查他们的包裹时才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哦，为什么？这2个人是酒堂的属下，在他们的包裹中找到了一册画着地图的小本子，地图上标示的是柳州城西所有的饭店和客栈。我们又看了本子所写的内容，上面记录着城西半数以上饭店和客栈的检查结果。看了这些，我们才明白，这2个人不过是蛇灵派来搜索城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可却并没有真正发现青阳客栈中的秘密。是我们自己做贼心虚，不察之下惹下大祸。哦，那个画有地图的小本子还在吗？在。
小梅啊，那个蛇形标记不是你和如燕专用的吗？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想来是我留在古庙正殿中的那个蛇形标记被他们发现，便派人在那里守候。果然我去了，他们就断定这个标记就是我联络之用。还有一个问题，吴祥是九堂中人，难道你就不怕他被别人认出来吗？吴祥的身份在九堂中非常特殊，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因此我才会将青阳客栈交给他。你继续说吧。得知此事后，我和吴祥非常后悔。既然蛇灵并没有发现我们就不需要逃离客栈。可人已被杀，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吴祥想出了报案这个办法，只要2人的尸体进入官府，他们便无从查起，我们也就安全了。谁料想遇到了您，这也是我小梅该有出头之日啊。小梅啊，你受委屈了啊！好在皇天护佑善人，你最终安然无恙。我想元芳和如燕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大人，自今日起，我便全心协助大人击破蛇灵。好啊！没想到这一次柳州之行，竟然找到了死去的小梅，真可算是收获不菲呀！小梅啊，蛇灵的总坛是不是在大阳山中？正是，在大阳山中的陀罗地。你认识吗？当然认识。好极了，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前往蛇灵总坛。对了，大人，显儿和李元芳呢？他们此时已在大阳山中，可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总坛的所在。这就是那位老汉所说的小镇吧？应该是。看到了吗？那里有家药铺。太好了。元芳，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什么预感？说不上来，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似乎要出什么事情。你呀，就喜欢胡思乱想，大天白日能出什么事？蛇灵的杀手就是袭击我，也不会选择在白天，更不会选择在如此热闹的镇店之上啊！如燕，这样吧，咱们找家客店先安顿下来，然后我再来买药啊。好。那儿就有家客店，走。2位客官，看您这穿着打扮是外地吧？正是，过路之人前来投诉。咱们这儿虽是小店，可以有上等客房。好，安排2间上房。好嘞，您的行李不用，自己不用。好，里边听着，上房2间。2位客官，这边请。2位客官，里边请。客官，
这就是上房，您看可以吗？好。那好，二位先休息一下，我去打洗脸水。好，有劳了。哎。如夜，这毒儿怪还真管用啊！你看他脸上的黑色似乎退了一些。脉象平实，我想短时间内应无大碍，不过也得尽早医治。元芳，我写个药方，你到药铺之中照方抓药。好，你快写，我马上就去。好。客人，伙计，您抓药。药方。好，您等等。哎。什么地方？欢迎来到蛇灵总坛。深山之中，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阵地？
是谁？杀你的人。为什么穿着蝮蛇的衣服？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你准备好了吗？什么？死啊！是的，我随时准备赴死。可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中，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的确很厉害，但是在我的眼里，你那些技术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看起来，蛇灵中的杀手最擅长的就是吹嘘，似乎每个人都能杀掉我。可是每一个人都倒在了我的面前。看看你是否也是如此吧。哼，今天我来就是要把你的心带走。那是最好，只是不要让我把你的心留下。你还没有这个能耐。你的话太多了。确实很难斗。我在等你挖出我的心呢。并不是个爱吹嘘的杀手。
老师。清芳，有什么事吗？啊，没什么，我来看看你。你又在算？是啊，漯河神议的时间就要到了，在这之前，我要先将日期算准，次序排好，届时我们才好动手。您算出来了？日期早已算出，只是还差几个细节。是哪一天？天机不可泄露。是。清芳，你去吧啊，我还要仔细的演算一番。好。大姐，怎么样？大姐此计真是妙绝天下。李元芳三人果然中计，闯入了总坛。哦，刚刚得到消息，苏显儿和毁文忠已经被擒，李元芳被困于药铺的机关之内。苏显儿，我早就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他们关在哪里？现关于后洞之中。走。大姐，显儿，哦不，应该叫你如燕。怎么，你好吗？你看呢？还记得你被接进狄府那天收到的条子吗？当然记得。上面说你会盯着我，直到我死。是的，你看，现在就应验了。怎么样，后悔吧？永远不会。哦，为什么？像你这样，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之中，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哼，真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从前我和你一样，以为人就应当这样生活，杀害无辜，弱肉强食。可当我脱离了蛇岭，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为什么恨，为什么爱。大姐，我想到现在，你也不会明白这些道理。
你还在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击节叫好，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如燕今日虽然身死，却比你萧清芳苟活人世要自豪得多。给我闭嘴！你这无耻的叛徒，事到临头还在这里说嘴。明明是你放纵情欲，背叛蛇灵，与仇敌私己恋情，哼！而今落入我的手中，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笑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说什么正义邪恶，真是罪该万死！你等着吧，待到李元芳被擒，哼，我就要让你们受尽蛇灵的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一辈子也别想抓住他。那我们就等着瞧吧。大姐，刚刚上面的弟兄在总坛的街道中央发现了李元芳的尸体。真的？弟兄们已经将尸体抬来了。来，元芳，元芳，元芳！看来是中了机关，重伤后逃出药铺，死在当街的。怎么样，如燕？方才我们还在谈论这个问题，可现在你已经见到了李元芳的尸体。哼，没有什么事情比看着自己的敌人如此痛苦更令人欣慰的了。刚刚我还说过，要让你们受尽酷刑，生不如死。可现在，恐怕我要失望了。我要亲手杀了你！这话就算是安慰自己吧。放心，不久后你也会和他一样。好了，把尸体抬下去。是。元芳，元芳，元芳，再见了，如燕。元芳。怎么了？你醒了？到底怎么了？元芳，元芳被他们杀死了。你还好吧？还好吧？是我，都是我，连累了你。别说了，别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是蛇灵的总坛。你怎么样？啊？一
大人，这就是我伤愈之后回到庙中给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你怎么知道？额山上的血迹刀痕，还有这地上的神像，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所料不错，元芳和如燕一定是来过这里，并且与蛇灵的杀手发生了遭遇战。大人，您的意思是他们出事儿了？情势殊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芳和如燕目前的处境定然是非常凶险，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忧啊！大人，大阳山中蛇血林立，步步杀机，咱们一定要快呀，否则……召唤李朗，在，将地图拿来。是。老爷在那边呢。啊，请吧。老爷，柳州长史李大人来了。阁老，此时温大人率大军全速向大阳山中开进。非常好，你来看，这地图中标注的三角，便是蛇灵逆党负责监视和观望的蛇穴啊。要想击破蛇灵总坛，首先要拔除这些蛇穴，让它们变成聋子、瞎子，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攻入总坛所处的陀罗地。否则，一旦被蛇穴发现我们的行踪，这些歹徒定然会提前转移。所以，李大人，阁老，你告诉温开，命令众军昼夜兼程，严格按地图所示，逐次拔除蛇穴，务必于明日拂晓前全部完成。是，卑职立刻前去传令。去吧。你恨我吗？为什么？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不会误入总坛，李元芳就不会死了。你想的太多了，这与你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来到大阳山中，就是为了寻找蛇灵的总坛。没想到总坛找到了，可他……不说这个了。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就是身体还不能动。你真是个奇怪的人。哦，身中如此剧毒，未服解药，竟会自己醒来。也许是我命大吧。我想，
可能是昨晚的毒儿怪起了作用。毒儿怪？难道我中的是莽哈之毒？正是。我说呢，这也真算得上是天意了。哦，什么意思？我平时常用毒儿怪，不光是治伤、疗毒，就连日常喝水也用它浸泡。这种草药不光能够清解毒气、治愈伤口，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拔出体内的戾气，为练功者最益。可能就是因为我身体里保留了毒儿怪的药性，因此才对莽哈之毒有了抗力。有道理。所以我用大量的毒儿怪煎熬成汤为你服下。今天早晨，我和元芳就发现你脸上的黑紫之气便消退了许多。真是难为你们了。昨夜那个老汉他拿出，那个老汉怎么了？是蛇血。什么蛇血？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哦，老人家，你手里有什么草药？有车前子、马兜铃、屁寒、毒儿怪。你说什么？这里有毒儿怪？是啊。你想一想，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你中了莽哈之毒，这老汉家中就恰巧有解毒之药。你的意思是，这老汉定是蛇灵中人，而那小院儿是个蛇穴，他们肯定是接到了总坛的通知，我们三人已逃入大阳山中，命令各个蛇穴严密监视。于是，当他看到我们三人时，便立时猜出了咱们的身份，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给我解药？这些人是预知我死地而后快呀！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我们一网打尽。然而，他们又深知元芳的厉害，于是便严令各蛇穴，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千万不要莽撞行事，立刻上报总坛。昨夜我们到后，元芳就一直在向那个老汉询问，附近哪里有镇店。老人家，这附近哪有镇店吗？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哦，老人家，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10几里山路。那老汉故意将总坛的地点告诉了我们，而后趁夜将消息送了出去。总坛得讯之后，立刻准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伏击。可那个问题还是说不通。如果那老汉真是蛇灵的人，为什么要用毒儿怪救我的性命？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如果你死了，我和元芳还会去寻找镇店吗？假如我们不找镇店，又怎么能够进入他们设下的伏击圈中？是这样。萧清芳说的一点没错，这大阳山中真是步步杀机。
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又怎么了？他已经把我发配到蛇穴之中，难道还不放心？陆先生，您还是赶快去吧。大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也罢，走吧。嗯。有声！别动！走！你是哪一堂属下？什么哪一堂啊？姑娘，我们可是安善良民，是山里的猎户。猎户？哼，你少跟我耍花样！这里是总坛的第9号蛇穴，你们就是蛇灵的密探。你怎么知道？哼，我是9堂堂主小梅。是你不是死了吗？你的话太多了，我再问一遍，你是哪一堂的属下？小的是总坛3堂的属下。大人，和前面几个一样。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只问一遍：最近大洋山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喊了！饶命啊，大人，饶命啊！我还是那个问题，最近大洋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前几天总坛传下严令，说是李元芳和苏显儿闯入大洋山中，救出了叛徒毁文中逃进深山。总坛命所有蛇穴严密监视，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立刻上报。大人，我们已经拔出了9个蛇穴，所有密探的供词都是一般，看来事情非常不妙。为什么？大人有所不知，一旦这大洋山中所有蛇穴都发动起来，那就是天罗地网，连一只蚊子也逃不出去。依我看，显儿和李元芳凶多吉少，所以大人，咱们得抓紧时间呢。大姐，鲁先生到了。陆先生，您来了。不知大姐银夜唤我前来，所谓何事？是不是我鲁城又做错了什么，或是哪件事不合你的心意？陆先生太多虑了。您继诱李元芳进入总坛，终于令我们除掉了心腹大患，真可说得上是绝功甚伟呀。再者说，您伺候了老师10几年，算起来我也应该叫你一声叔叔。您又何必如此紧张呢？大姐今天的态度，可是让鲁城莫测高深了。老师回来了。你说什么？就在里面。我之所以在这里恭候先生，就是想告诉您，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把嘴闭上。是老爷要见我吗？当然。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请。鲁先生来了。
哎呀，阿成啊！哎呀，10年了，阿成啊，你还好吗？老爷，您回来了。哎呀，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阿成啊，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好，一切都好啊。阿成啊，你负责建造的这座总坛，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好啊！哎，不愧是跟随我袁天罡几十年的人呐！阿成啊，你现在在做什么？老奴负责监管总坛在大阳山的一个蛇穴。蛇穴？啊，是大阳山中最大的一个。哦，是。清芳啊，我有些事要单独和阿成谈，你先去忙吧。啊，是。大姐，您这是？怎么，老主人回来就不听大姐的号令了？小的不敢。是。这才是了。去吧。是。陆先生。您是回蛇穴，还是留在这儿伺候老师？当然是回蛇穴。那好，我送你。不敢劳大姐请假，请回吧。没什么，我是想问问，刚才老师都对您说了什么？我看你还是问老爷去吧。哼，老东西，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大姐，鲁先生老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大姐，您放心吧。你是人是鬼？你说呢？这是我的刀，你用不惯。你没死。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像你这样的人，我该怎么报答呢？你将我们骗入蛇灵总坛，令如燕和毁文中身陷囹圄，令我在不察之下险些命丧总坛的机关，如此大恩，我该怎么感谢呢？你杀了我吧！如果要杀你，刚刚在山洞中你就已经死了。怎么？你一直在跟踪我们？是的，我看到紫衣人带你去见袁天罡，你们的大姐萧清芳似乎对你并不太好。你想怎么样？没什么，我是想和你聊一聊蛇灵的总坛。什么意思？别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座总坛就是你督造的，对吗？你怎么知道？刚刚在山洞之中，我听到了你和袁天罡的对话。不错，正是这番话救了你的性命。哦，我之所以来到这里等你，是想和你好好谈一谈。朝廷要消灭蛇灵逆党，我们此次进入大阳山中，就是为了寻找总坛的方位。现在总坛已经找到了，然而山穴中的机关消息各样埋伏，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帮忙。哦，原来是为了这个。不错，可你不已经进到山穴之中了吗？这一点倒是不假。然而我发现，山穴中道路崎岖诡异，是按照反五行排列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往不同的地方。我试着探了探，不是迷失方向，就是遇到消息埋伏，转了很长时间，竟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因此我想，即使我们能够进入山穴，也无法找到总坛的所在。我说的对吗？你很聪明，不要说你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攻入山穴，如果没有阵图，也一样是有进无出。你刚才一定是从棺椁中的暗门上来的吧？像这样的暗门在总坛中有10几个，你知道吗？只要你们的人从这些门里走进山穴，就不要再想出来了，因为只要总坛内的机关启动，这些暗门将会在一瞬间变成死门。到那时候，我们在山穴里的人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全部撤入总坛，将你们困死在地下。看来我说的话你明白了。是的，非常明白。但是你恐怕要失望了。哦？因为我是不会帮助你们的，更不会做蛇灵的叛徒。那你可能就要死了。那就动手吧。你以为是我要杀死你吗？哦，难道不是？当然不是。那还会是谁？当然是萧清芳的手下。他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老主人袁天罡。你说什么？
狄大人早就说过，像萧清芳这样的人，是绝不会为了营救一个隐遁10年的老主人，而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你什么意思？你好好想一想，10年前袁天罡被捕，蛇灵的主人就变成了萧清芳。这10年里，他在蛇灵中颐指气使，说一不二。像你和毁文中这些老人，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我说的没错吧？你想一想，连你们都为萧清芳所不容，就更不要说老主人袁天罡了。他凭什么要救出这位老主人，来威胁自己在蛇灵中的位置？本来萧清芳已经是蛇灵之主，而今袁天罡回来了，他便要拱手将自己苦心经营了10年的蛇灵交给老主人，并且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这是萧清芳的性格吗？那你的意思是？古语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萧清芳一定是要在你的老主人身上得到什么，才会像现在这样低声下气。然而他一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那么你的老主人袁天罡，你还有那些忠于你们的蛇灵成员，便会立刻遭到清洗。别忘了，这10年里，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威望和势力，已不是袁天罡可比。不，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萧清芳为人尖刻，这是不假。这些年，他不断的清除异己，这也不假。可他毕竟是老主人一手养大的，绝不会做出这等灭绝人性的事来。你太天真了。好吧，你不相信没关系，我想事情马上就会到来。来人！老主人，把这些纸烧掉。是。等一等，您还有什么交代？不要让萧清芳看到。是。大姐，怎么了？洛阳方面传来消息，一切进展顺利。好极了，万事俱备，只待老头子算出日期，我们立刻离开总坛，前往洛阳。对了，大姐，据附近的蛇穴几日前来报，有大队官军进入大阳山中。哦，您说会不会是狄仁杰呀？哼，不必担心，李元芳已死，显儿和毁文忠在我们的手上，狄仁杰就是率军前来，已找不到总坛的所在。而且我们在大阳山中有几十处蛇穴，一有风吹草动，总坛立刻便会知道。是。而今狄仁杰已不足为虑，他已经被我们死死地牵制住。哼，让他等吧，到他明白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怎样从老头子嘴里套出行动日期。大姐，怎么样？有什么动静？老主人命我将这堆草纸烧掉，还说不要让您知道。看样子，他已经算出了神异日期。大姐，要快，迟则生变。
芳，你们这是做什么啊？老师，我来看看你呀。不必了，你们回去吧。老师，你觉得秦放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气力救你出来？什么意思？啊？10年前，皇帝下旨命我率内卫逮捕你，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老师，秦放，怎么了？皇帝已经下旨命我将您抓进大牢，内卫就在门外。哦，来得好快呀！老师，您快逃走吧，舍令没有您就要土崩瓦解了。只要我逃走，你的身份就会立刻暴露。秦放啊，你这内卫府阁领的位置是咱们蛇灵的护身符啊！一旦你被揭破，蛇灵恐怕就真的保不住了。那现在怎么办？时期紧急，已别无善法。你立刻将我抓进牢中。这怎么行？你放心，皇帝不敢杀我。为什么？多年前，我得到一本上古历法，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秘密。经我的初步推算，10年之后，洛河将有神异之事发生。但具体日期，我还要好好解算一番。哦，什么神异之事？哦，真的。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到了。皇帝这个人我非常了解，只要将此事告知，他绝不会杀我。但你一定要记住，10年后的今日，你必须将我从牢狱之中救出。10年？10年啊！我将要在牢狱之中度过这漫长的10年。老师。秦放啊，这10年之中，蛇灵就交给你了。遇事要多和文忠、鲁成他们商量，切记不可一意孤行。蛇灵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老师，请您放心，秦放一定不辱使命。老师，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吗？不错。 10年了，我费尽心力、殚精竭虑，将蛇灵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听到蛇灵这个名字，堂堂朝廷都会胆战心惊。如今，我将您救出寒光寺，把我苦心经营了10年的蛇灵再一次交到您的手中。您觉得庆芳是不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庆芳，庆芳。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您对我并不信任。这话从何说起？就从您手中那张草纸说起。那上面写着洛河神异的日期，可是您却不愿意与我分享。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啊？ 我为蛇灵之首，如此大事，难道不应该让我知悉？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其他就不用操心了。哼，话已至此，青芳无言可对。看来我只能将蛇灵的指挥权从你的手中收回，而你只有一条路。什么？死！
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的救你出来？你以为我真的会将蛇灵交还给你？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太信任我了。来人！大姐，立刻对总坛所有袁天罡的老部下展开清洗。是。弟兄们，跟我来。来了。出什么事了？鲁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哦，又去总坛？是的，请您马上跟我们走。召我到总坛，似乎没必要来这么多人吧？更不必都带着刀吧？大姐是担心您的安全。安全？哼，他是怕我在这里太安全了，所以才派你们来吧？啊？什么意思？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风一定告诉你们，将我骗到总坛。如果我不去，便就地解决，是吗？哼，鲁先生真是个聪明人，一点也不错。那你是跟我们走呢，还是要我们在这里动手？老主人呐！鲁先生，忘了老主人吧。如果他活着，我们还会在这儿吗？你们杀了他？是大姐。萧清风，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绝不会有好下场。鲁先生，您还是别替古人担忧了，这就跟我们走吧。好，你说对了，萧清风真的下了毒手。你在和谁说话？当然是和我。啊！李元芳，你没有死，可你马上就要死了。怎么样？是自己放下武器，还是要我动手？怎么样？想通了吗？蛇灵败类，苍天不佑。我要为老主人报仇。好，我帮你。大人，前面是最后一个蛇穴了。李春呐，地图。刘
由此往西10里，便是蛇灵的总坛陀罗地。我想温开帅大军应该已经到达，正在完成包围。扒掉这个蛇穴之后，我们便立即赶往蛇灵总坛。立刻下令，命下属各堂的兄弟姐妹收拾行装，清理驻地。明日清晨分批撤出总坛。是。撤出总坛后，各堂队人员化妆潜入柳州，命柳州的9堂下属安排车辆转运。10日后前赴神都洛阳。是。大队撤出后，命护坛卫队打开总坛中所有机关消息。我要让陀罗地变成狄仁杰的坟墓。等等，借你的刀用用。好厉害！啊，这是什么？吉利阵，这些铁蒺藜上带有剧毒，中者利弊。走吧。温大人，这儿就是陀罗地。照地图所示，应该没错。狄阁老说陀罗地是蛇灵总坛，既是总坛，就肯定有人。可这儿不像有人居住啊！命令大军先将镇子包围起来。温大人，进镇吗？不用。狄阁老吩咐过，大军只是完成对陀罗地的包围，其他等狄阁老到达后再做驱逐。包围陀罗地！这是刀伤。是。看来，元芳刚刚离开不久。啊？您说什么？这些紫衣人都是被元芳所杀。您怎么知道？你看，
这些死者全部是咽喉中刀而亡，除了李元芳，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速度和力量。而且从伤口来看，是元芳的链子刀留下来的。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这个蛇穴不一般呐。张环在，命令众军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是。大人有令，众人仔细搜索，绝不可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是，动手吧。为什么要将棺椁摆在院中呢？这就是总坛的机关。我早就听人说起，总坛中的机关消息非常厉害，可以杀人于无形。是铁板。这块铁板应该是活的，可是怎么才能打开呢？大人，大人，下面还有一口棺材，可弟兄们打不开。我看事出有异，您来看看吧。好，去看看。这到底什么破棺材？怎么打不开呀？死了人从底下放进去。大人来了，大人，这棺材怎么也打不开啊？哦，我来看看。那口棺材里的暗门只能从下面开启，是专供上人用的，而这里的上下均可。大人，火把。哦。大人，我带人下去看看。好吧，小梅，你与杨方、任阔率这里所有军士进入暗道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条暗道应该是通往蛇灵总坛，而且据我对元芳的了解，他肯定已经潜入进去了。哦。而今形势尚不明朗，因此一切要小心谨慎。如果发现情况有异，立即从原路返回。是。我带张环、李朗还有狄春，立刻前赴总坛陀罗地进行布置。咱们内外夹攻，今日一定要击破蛇灵老巢。大人，您就放心吧。第二位，跟我来。是。等等，怎么不能制造有机关？这只有一条路啊！哎，把火遮灭了，这有暗哨。你在摸什么？在这儿。
这是什么？启门石。跟我来。该走哪条路？应该是这条。走。这条路怎么这么宽呢？别是走错了吧？可从方向上来说，应该是通往总坛的。小心点儿。嗯。走。走。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我看看，是石头。怎么了？你听。有人闯入山穴，你能肯定？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中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中消息，因此肯定有外人闯入。难道是大人来了？你是说狄大人？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好像是巨石阵。从这里能过去吗？可以。走，去看看。消息撤在地面上，大家千万不要乱动，否则触发机关，巨石落下，所有人都得死。李元芳，是你！鲁先生，动手吧！好。李将军，怎么是您啊？您怎么会在这儿？那我应该在哪儿？只是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如果见不到我，你们的小命就没了。小梅，对不起，当时在古庙之中，我以为你死了。哼，李将军，在小庙里你欠了我一条命，可今天却救了我，咱们俩扯平了，互不相欠。看来你和显儿已经知道我没有死。是的，在古庙中，我们看到了你留下的标记。哎，显儿呢？陷在了总坛。什么？陷在哪里？关在地牢中，具体地点我也不清楚。不过你放心，我想他现在
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对了，元芳，狄大人率军拔除了大阳山中所有蛇穴，现已赶往陀罗地。大人已到陀罗地了。正是。我想，现在大军已将陀罗地团团包围。狄大人对我说，要内外夹击，攻破蛇林总坛。太好了。元芳啊！哦，小梅，这位鲁先生就是蛇灵总坛的创建人。元芳，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走吧。要想攻破总坛，首先必须毁掉所有机关的消息，而消息总车集中在护坛卫队的消息室中。那消息室在哪里？在蛇灵的祭坛之下。我们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而今狄大人已到达陀罗地，一旦发起进攻，遭遇机关埋伏，肯定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要尽快赶到祭坛呐。杨芳在，立刻检视众军，轻伤者随行，重伤者原地休息，派人看护。是。轻伤随行，重伤原地休息。温大人，已经2个时辰了，咱们还要等多久？周将军稍安勿躁，等狄阁老来到，便立刻行动。就这么个破阵子，我就不信能有什么邪门的地方。数千大军杀将进去，顿时便夷为平地。狄阁老也太小心了。我想狄阁老这样做，定有深意，耐心的等候吧。哎，狄阁老来了。阁老，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没有，这阵中好像就没有人。阁老，会不会是消息有误啊？是啊。你们不要小看了这座寂静的小镇，只要我们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杀人的陷阱。可是，阁老，难道我们就一直等下去吗？不要着急，再等等，啊，再等等。弟兄们，今日我们就要撤出总坛，离开大阳山，请大家记住，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各堂队的首领指挥，绝不可擅自行事，违者一概重处。是。弟兄们，我们离开总坛是为了完成一个宏伟的计划，成败在此一举。只要这个计划成功，我们就不用生活在阴暗的地下。更不会暗地行事，怕人发现。哼，到那时，天下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这是什么声音？下面就是蛇灵的祭坛。到了，对。魔灵，大姐，你立刻率各堂队撤离总坛，记住，一出总坛立刻化整为零，一路上小宿夜行。
绝不可露出丝毫马脚。一出大洋山，便有人接应。是。而今总坛共有6个，他们在做什么？ 4名弟兄姐妹祭祀？将他们分为3队。绝不是。第1队，这种情况通常是大姐萧清芳在分派任务。身体强健者出任，为大队前锋，先出陀罗地部署警戒。第2队由2堂堂主统领，主要是押运总坛财物、文书、纪要文档等一应重要物事。第3队由4堂堂主率我贴身卫队的姐妹们，保护那几位重要人物安全撤离大洋山。众位都听明白了吗？是。他们要逃走？放心吧，他们逃不了。你怎么这么肯定？刚刚小梅说，狄大人已到陀罗地，是吗？正是。陀罗地便是这座总坛的大门，只要他们出去，便会被狄大人逮个正着。不是还有暗门通往外面吗？不错，可是棺材里的那些暗门狭长窄小，平时只供少数人进出山穴之用，不适于大队撤离。而且，我真佩服狄大人，一进山便将所有蛇穴拔除，令总坛变成了瞎子，不知外面的情形。现在官军兵临总坛，萧清芳还懵然不知，所以你放心吧，他绝不会选择暗门做大队撤离之路的。立刻命护坛卫队打开陀罗地的所有机关，放大队撤出。是。这座辕门里面就是总坛消息室。是啊。我们怎么进去？要等他们撤出后，我们才能伺机进入。阁老，已是午时了，这阵中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要不要末将率人进去看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绝不可擅动，否则一旦打草惊蛇，不仅无法攻破总坛，还会陷大军于危险境地。可是我们在等什么？等小梅和元芳的消息。一旦他们得手，这里马上会有动静。你们看，出来了。是。看到了吧？阁老，动手吧！他们要逃，阁老动手吧！注意，在，命令前军不可擅动，放过这一批，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动静。是。老师，你安息吧。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前赴洛阳。武则天狄仁杰的末日就要到了，10年了，我费尽心力，却屡屡挫败。可这一次，我终于等到了胜利的曙光。老师，此事你可算得上居功至伟。放心，待到我萧清芳得了天下，定会给你一个无上封号。大姐，李元芳的尸体不见了。什么？
这是最后一批了，总共有400-500人。阁老，动手吧。周一在，命令全队出击，前后夹攻，务必将蛇灵一党一网打尽。是。等等，还有什么吩咐？尽量抓活的。是。找到了吗？找遍了各处，也没有发现李元芳的尸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李元芳没有死？可我明明看见了他的尸体。不对，这里面一定有文章。魔灵，出什么事了？大姐。狄仁杰率领大队官军将陀罗地团团围住，我们刚一出去，便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这怎么可能？狄仁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陀罗地？山中的蛇穴为什么不向总坛报告？大姐，而今情势是万分紧急，我们该怎么办？这还用问？立刻命护坛卫队启动机关，封闭陀罗地大门，绝不能让狄仁杰进入总坛。快！是。下去干掉守坛卫士。是。陆先生，你带领杨方人阔和军士们绕道赶往祭坛发起攻击。好。李将军，我也随您下去。你看看下面，高达数丈，你不会轻功怎么下得去？陆先生，一切就交给你了。命令总校一致启动所有机关，封闭入口，绝不能让官军进入总坛。打开大门！是。给我严守祭坛。是。你们几个？元芳，怎么办？肯定是大人率军在陀罗地发动了攻击。一旦李大人进入陀罗地中，遇到机关，那可就大事不妙了。不能再等了，动手！可是下面有上百名的护坛卫队呀。走！上面有人！弟兄们，上啊！率人攻入祭坛，正与护坛卫队展开激战。这么说，李元芳真的没死？大姐，快想想办法吧，卫队怕是顶不住了。洞穴中机关密布，李元芳怎么会走到祭坛？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有一张王牌。太可怕了，真是度日如年。这样还不如…… ” 痛快。 你放心吧，
我了解萧清芳，他是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死掉的。是啊，我是他一手带大，从小就有幸目睹了他所有的酷刑，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曾经给自己设计了无数种死法，可我从来没有想到，竟会这样毫无还手之力地被人杀掉，而且还连累了好朋友。对于我来说，这也真算得上是个天大的笑话了。我何尝不是如此？当我爱上李元芳之后，我发誓，世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将我们分开，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处。可是现在，他却先去了。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怎么样，睡得好吗？不劳挂怀，要干什么就直接点儿，别假惺惺的。何必如此敌意呢？你心里一定非常挂念李元芳吧？你的脸色告诉我，现在你的心里很焦虑。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李元芳一定还活着，而且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你的确很聪明。是的，他还没有死，而且现在就在总坛。我早就说过，你杀不了他。李元芳没有死，证明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只要有你在，李元芳很快就会死。把他们带出去。是。这是什么声音？直觉告诉我，蛇灵总坛一定建造在这陀螺镇的地下。这声音肯定是启动机关发出的巨响。您的意思是，咱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蛇灵总坛所在？温开啊，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这里面的水很深呐。可是，我们已经捕获大批紫衣逆党。难道？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官军包围陀罗地。刚刚你说他们要逃走，你错了，他们并不是逃跑，而是有目的的转移。转移？是啊，我们拔除了大洋山中的所有蛇穴，这令他们无法得知外界的消息，因此仍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安排转移。这才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而现在，我们才真正触到了此次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环——寻找蛇灵总坛的所在。阁老，阁老，蛇灵逆党除拒捕者为官军所杀，其余全部成擒，总共有400人左右。好，周将军辛苦了啊！阁老，命众军搜索吧。周将军，你立刻传令。命众军在搜索镇内建筑之时，千万不要触碰屋中之物。这镇上的机关颇为厉害，一经触发，后果不堪设想。可是阁老，有这个必要吗？
照此行事，不得有误。是。快，各队队长到我这儿来。是。那个女的，再杀李元芳！杀！呀！好！哎呀！靠近我！怎么，杨芳他们还不来？援兵来了，杀！仔细搜索，听不听啊？来，到掌握你看看，快点！阁老，我看这蛇灵定然是虚张声势，什么机关消息，到现在还是平静如常，众军进进出出，丝毫无碍。但愿是虚张声势吧。周将军，我的话你传达给众军了吗？阁老，您就放心吧，他们会小心的。怎么，我的话你没有传到？阁老，不会有事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这样会令众军无谓的伤亡。立刻传令，命众军退出阵中所有的房舍。阁老，有这个必要？不好！阁老，这怎么回事啊？阁老，所有进入房中的军士都死了。周毅，玩忽懈怠，陷众军于死地，该当何罪？阁老，末将知罪，请阁老责罚。责罚？责罚你能够挽救众军的生命吗？责罚你能够攻破蛇灵的总坛吗？你身为统军将领，竟然如此鲁莽，置众军生死于不顾！来人，在！将周毅给我拿下！是，阁老。看在周都尉统兵击破蛇灵逆党的份上，求你网开一面。若不是温大人替你求情，本阁就要让你直问军律，身领重刑。是，末将知罪。好了，今后再不可如此造次行事。是，末将不敢了。好厉害的机关呢！周毅，在，严令众军绝不可随意进入阵内房屋，违者重处。是。真惨呐，太惨！阁老，小心呐！
众人听着，不要触碰屋中的任何东西。是。腰带扣怎么这么熟悉啊？这是元芳留下的。哦，不错不错。我说怎么看起来如此熟悉？老爷，李将军为什么要把他的腰带扣留在这里？老爷，小心！命令所有人都退后。老爷，您不能动啊，还是我来吧。哎，多嘴，还不快去！都退后。是。你怎么还不退后啊？就是死，我要和老爷死在一起。您就按吧。你这小厮啊，说出话来便如此难听。其实我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放心吧，我们不会死的啊！我想，此处一定是一座活门，元芳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入总坛的。因此，他留下了这枚腰带扣，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不得擅动，在此等候消息。是。元芳，站住！你再动，我就立刻杀了他。你太危险了，所以还是站在原地比较好，否则后果很难预料。简儿，小梅，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哼！我说狄仁杰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陀罗地？原来有你这个叛徒引路。小梅，你骗得我好苦啊！哼！还有你这个老贼，真后悔没有早点杀了你，一念之仁酿成今日之祸。萧清芳，你倒行逆施，众叛亲离，
而今已经死到临头，竟还做出这种恶毒之事。听我好言相劝，放开如燕，立刻投降，否则狄公大军一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快放开显儿！哼，死无葬身之地，这话说得太早了点儿。现在还不知鹿死谁手呢。李元芳，面前站着的是你的爱人，旁边躺着的是你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是放下武器跪地受俘呢，还是要我立刻杀了他们？元芳，你是个男子汉，与世自当决绝，不要管我，杀了他！给我闭嘴！放下武器！元芳，你以为放下武器就能救我的性命？萧清芳是阴险小人，歹毒之极，听我的，快杀了他！我再说一遍，放下武器！您还好吗？好啊！要不是你扔在杂货店中的那个腰带扣，我们恐怕还在陀螺地徘徊呀。元芳，这是什么地方？大人，这里是总坛机关的消息室，不拿下这里，大军进不来。叔父，好孩子，你受苦了。叔父，又让萧清芳跑了。放心吧，他跑不了。啊，朱爷，张环、李朗，在！你们立刻协助元芳攻下总消息室，放大军进入总坛。是。走。大人，狄阁老会不会遇到危险？我想，应该不会吧。机关已破，狄大人有令，杀进蛇岭总坛。
好，周将军在，命令众军攻入总坛。是，弟兄们，攻入总坛，击灭蛇灵，为死去的弟兄报仇！这就是蛇灵的魔火吧？是的。怎么了？看着我做什么？还以为你死了。如烟，你不会打我吧？打你？为什么？还记得当初崇州案时，我在东柳林镇救你之后吗？我给了你一个耳光。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多亏了大人。我并没怪你，在萧清芳的威胁下，你扔下了手中的刀。可是，在东柳林镇，你非但不肯放下武器，还连声催促贾显儿赶快动手杀死我。你说，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当时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你。在那种心态下救人，会坚决果断得多。可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也许，这就是你说的两者间的区别吧。虽然刚刚你没有救我，但这个举动却比你在东柳林镇救了我更令我感动。远方，谢谢你。大人，叔父，话说完了吗？叔父，您就会拿我们两个寻开心。哎，这次击破蛇灵总坛，你们两个人可是最大的功臣啊！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敢拿两位英雄寻开心呢？啊，叔父，您真了不起！刚刚我听小梅说，您竟然在洛阳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青阳客栈中有秘密。是啊，否则我就不会派你们单独前来，而自己转到柳州了。如今事实证明，当时我们的所有决策都非常正确，两路并举，内外夹攻，啊！好。哦，对了，我们是不是去看看毁文忠啊？哎呦，光顾了说话，把他给忘了。他身中马哈剧毒，现在还不知怎么样呢。我想，应该是没有大碍了。走，我们去看看。哎。不要动！地公，元芳兄，文忠惭愧，未能尽早识破歹人奸谋，不但陷自己于绝境，更险些置好朋友于死地，真是愧悔难当啊！文忠啊，现在回头也不为迟啊！哦，对了，我听元芳说起你的毒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啊。文忠兄，如果不是你，我和如燕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虽然冒了点险，但能够一举击破蛇灵，此乃人间一大快事。文忠兄绝功甚伟。元芳兄如此说，文忠更是羞惭万分。大人，小梅，大人，鲁先生毁掉了总坛中的所有机关，
现在山穴中已经安全了。好啊！狄大人啊，大人，这位鲁先生可是一位奇人。当年他曾是袁天罡的仆从，学得了一身本领。这座蛇灵的总坛便是他督造的。李将军谬赞鲁城，愧不敢当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陆先生弃暗投明，协助朝廷消灭蛇灵逆党，此乃本格之幸，天下之幸啊！鲁城执迷不悟，身负逆亏，蒙大人不弃，竟加以免位，令鲁城万分感激。今后有用得上老朽之处，老朽定当竭尽全力。待一切安顿下来之后，还有几件事要请教鲁先生。哎呀，老朽不敢，一定知无不言。好，鲁先生，来，阁老，李大人，大军是否已开进总坛？除温大人率领的1000守卫陀罗地的军士外，已全部开进。好，而今逆取萧清芳在逃，周毅在。你亲率500军士，对山穴中的各个通道展开搜索，务将此贼缉拿归案。是。叔父，小女对萧清芳非常熟悉，我和她一起去。好，要小心在意。明白。走。李大人在。你速传令大军，严守山穴各出入口，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是。还请陆先生莫辞辛劳，引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到劳啊？好，杨方仁阔在。你2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回文中的安全。是。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是。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6号暗门，2号从9号蛇穴逃出总坛。大姐，到6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祸其萧墙啊！陆城校尉，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有人！狄大人请。狄大人您看，这里就是我家主。老主人。老主人，您怎么没早点认清那个歹毒的女人呢？此人就是袁天罡。正是，我跟踪鲁先生时见过他。大人，这便是老朽的主人袁天罡先生啊！是被利器所伤。老主人啊，看来蛇灵之中发生了内斗。大人，我想萧清芳定是要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什么，这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救出寒光寺，带回总坛。然而一旦萧清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就会立刻动手将袁天罡除去。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卢先生，这些
好像都是古代的隶书。看来是袁天罡的随身之物。他是数算大家，我说的不错吧？正是。老主人对天文历法、数算之学，可以算得上是学贯古今呐。元芳，大人，命卫士将袁天罡的尸体装裹，好好保存，我要仔细的验查。还有，命人将这屋中的所有东西原封不动的带走。是。大人，大人，大人，怎么了？如燕姑娘和周将军在一条通道中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尸体？正是，您去看看吧。走。周将军在，还有什么发现吗？没有。你看看，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是啊。你去吧。是。大人。叔父。如燕啊。叔父。这是怎么回事？叔父，真是奇怪，刚刚小女率众军士搜查通道，在这里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像是刚刚被杀死的。尸体搜查过吗？搜过了，没有任何东西，只是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哦。我想，那个凶手定是搜查了他的身上，取走了什么重要物事。看来，这山穴当中并不平静啊！大人，大人，怎么了？杨芳人库还有那个毁文钟都被人给杀了。什么？快去看看！赶快施救！是，来人，马上施救！是。小姐，他怎么样？刚刚老爷说，他的情形还很难讲，要看能不能过得了今晚。惠文中，命运多怪之人，身上的剧毒尚未解净，又遭遇如此毒手，真是时也命也。他好歹还算留下口气，可杨芳人阔，狄春，啊，大人呢？老爷在验尸呢。我去看看。啊。
叔父。如烟呐，元芳，萧清芳尸体上的伤口与杨方任阔的一模一样，可以断定，凶手是同一个人。啊！看到了吧？杀手右手使刀，以极快的速度斩向他的咽喉，刀锋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你们再来看看杨方任阔的伤口，虽然方向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与萧清芳的伤口完全相同。而且你们仔细看看，就连伤口入肉的深度也均是一般。大人，杨芳和任阔的功夫虽然算不上顶尖，但也绝非泛泛。这个杀手能够一刀击中二者的咽喉，这样的人不会太多。我们击破了蛇灵总坛，俘获了大批逆党，逆取袁天罡、萧清芳受首，应该说是大获全胜啊。然而我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按道理说，袁天罡、萧清芳的死就应该意味着蛇灵的结束。可是今天，萧清芳被神秘的刺客暗杀，毁文中杨方任阔遭遇毒手，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兀，如此不合乎逻辑。难道说蛇灵当中还有第二股力量？第二股力量？你想一想，这个神秘的刺客为什么要杀死萧清芳？在时事中，你曾经说过，萧清芳为了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一个秘密，才将他救出寒光寺，是吗？是的。现在萧清芳将袁天罡杀死，就是因为他已经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了这个秘密。您是说，这个神秘的刺客之所以杀死萧清芳，是怕他一旦落入大人手中，便会吐露秘密，因此杀人灭口，不是吗？不错，凶手从萧清芳身上取走的那件东西，一定就是秘密所在。因此现在可以肯定，蛇灵中定然还存在着第二股力量，而这个神秘的刺客很有可能就是为这股力量服务的。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这第二股力量的代表。有道理。因此，虽然我们攻破蛇灵总坛，俘获大批逆党，但是此案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我敢断言，那个神秘的杀手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周围。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杀手就在我们中间？你所说的，我也曾经想过。可是我们身边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人，当时都跟随在你我身边，没有行刺的时间。您说的不错。当时除了如燕率军搜索通道，其他人都和我们在一起。哎，那你是怀疑我了？疑心生暗鬼，你呀，真像个孩子。叔父，您听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好了好了，我们进屋去说吧。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闭嘴！哎，你们把尸体抬下去吧。是。如燕呐，元芳说的只是实际情况。当时我们刚刚攻破蛇灵总坛，开始搜索，那个杀手便行动了，先杀了萧清芳，而后袭击了毁文中3人，时间正好与我们的行动错开。你们想想，如果这个杀手没有听到我在祭坛布置任务，从而了解了我们的动向，他怎么能够将行刺的时间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有道理。那个神秘的刺客定然是隐身在祭坛中的某个角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哦，对了，有件事我想对您说。昨天我在陀罗地遇到了一个可怕的杀手。
可怕的杀手。此人身穿蝮蛇的衣物，武功极高，与我在伯仲之间。当时我为了探出总坛的入口，故意摆出破绽。看来我并不是个爱吹嘘的杀手。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从杂货店里出来了10几名紫衣人，将我抬进总坛。哦，原来是这样。元芳，你刚刚说那个杀手身穿蝮蛇的衣物？正是。大人，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自从我进入总坛，一直到大人您率军攻破陀罗地，这个神秘的杀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杀手与萧清芳绝对不是一路的，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杀死萧清芳、袭击毁文中的那个刺客。我也这么想。可是大人，神秘刺客杀死萧清芳的动机已经清楚了，可他为什么要袭击毁文中？难道毁文中的身上也有什么秘密啊？问得好，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今事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要排杂理陈，直奔主题。您所说的主题是什么？萧清芳从袁天罡身上究竟得到了什么秘密？这才是左右我们的对手行动的唯一动机。只要将这一点搞清楚，我想一切就会迎刃而解。阁老，文凯，阁老，怎么了？刚刚卑职率人审讯俘虏，发现俘虏之中有10几个人身穿百姓的服色。卑职严查之下，发现其中一人竟然是什么？是朝中的张柬之，张阁老。你说什么？
张阁老曾多次来到柳州，卑职对他非常熟悉。你将他们带到这儿来。是。真是邪门了，闹鬼吧？回事？老爷，有刺客要杀毁文忠，要不是小梅姑娘及时赶到，我们俩就都完了。好厉害的刺客，只一招就夺了我的短剑。大人，这个刺客似乎就是我在陀罗地遇到的杀手。哦，我能感觉到他的杀气。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毁文忠呢？阁老，阁老，人都带到了。好，如燕，小梅，你们在这里负责毁文忠的安全。好。元芳，我们走。好。起来说话吧。是。知道你现在这副样子是谁吗？吏部尚书郝处俊。你呢？内侍姚崇。右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兵部侍郎李长鹤，礼部尚书武一宗，宰相张卷之。说说吧，为什么要扮作他们的模样？今天我们受到的戏弄已经够多了，希望你们不要再激怒我。我知道你们心里害怕什么。放心吧，蛇灵的大姐萧清芳已经死了，因此没有人会威胁你们的生命。怎么样？说吧。真的？当然是真的。大人，我们也不愿意扮成这个样子。是啊，这都是大姐萧清芳逼的。是啊，是啊。不要着急，慢慢的说。
我们几个都是蛇灵各堂口的下属，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几个月前，堂主命我们立刻动身前往总坛。我们不敢迟延，星夜赶到。大姐萧清芳将我们召集到一起，说她经过多方考察，严格筛选，认为我们几个人从长相到气质都很像朝中的大臣，因此要我们易容扮成他们的样子。你们就没问问为什么？大人明察，在蛇灵里面，大姐说话，我们哪敢多问呢？只能依从。她将我们交到武堂堂主血灵手中进行易容，之后又派人教习我们演练朝中的各种礼节，最后让我们学习了致告之词。我们到现在也不明白，做这些究竟是为什么？是啊。化妆易容的，除了你们几个，还有没有其他人？哦，对了，还有一个武堂的弟兄，易容成了太子李显。此人现在何处？他只和我们待了10几天，就走了。去了哪里？这个就不知道了。萧清芳还对你们说了什么？有一次，他曾经说要把我们派到洛阳行事。洛阳？正是。哦，这一次你们从总坛出发，目的地是哪里？回大人，这种事我们是不能打听的，只有各队的首领才知道。阁老，下午我和周将军提审了一个白衣首领，他得到的命令是先转进柳州，再到洛阳。把他们押下去。是。带走。是。走。快走，快走，快点。快走。走。洛阳。看来萧清芳旗帜不小啊！大人，萧清芳命下属扮成阁臣的模样，肯定是和从前一样，要暗中将张阁老他们替换掉。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你想一想，这些阁臣在朝中位高权重，岂能是他们替换得了的？不要说各府地禁卫森严，他们无从下手。就是真的能将这些大臣换掉，在朝堂之上，他们能逃得过众僚们的眼睛吗？能逃得过整天与他们在一起商量军国大事的皇帝的眼睛吗？这些乌合之众，不要说处置朝事，只要一张嘴，破绽立显。那萧清芳为什么这么做？这不合逻辑啊！萧清芳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我曾经说过，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情，实际上最符合逻辑。话虽如此，可眼前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呢？还是我们刚刚说过的问题：袁天罡和萧清芳掌握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只要破解了这一点，一切都会清晰起来。真想不到，击破了蛇灵的老巢，事情反倒越发的复杂了。远方啊，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离事情的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太子李显，怎么了，大人？
刚刚那个贾张柬之曾经说过，有一个武堂的兄弟扮成了太子李显的模样。是啊。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之、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这是当然，这是当然。好，那臣就告辞了啊。阁老深情厚谊，李显万分感激。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为什么和平时的表现大相径庭？难道……大人，您想到了什么？元芳，传令大军，明日整装起行，我们马上赶回神都。是。而今公事完竣，为何血灵的指令还没有到？嗨，也许总坛的事情不太顺手吧。你似乎有些担心呢。那倒没有。为了这个计划，我已经在洛阳待了2年了。真希望这里的事情赶快了结。是啊。整天提心吊胆的假扮太子，我也快受不了了。哎，说来奇怪，怎么血灵回去了那么久，还未见回转？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他是蛇灵中最厉害的杀手，机智武功，均属一流。你放心，绝不会出事的。那就好。慧姐，血灵回来了。哦，陛下。这就是此次击破蛇灵总坛的全部过程。袁天罡真的死了吗？臣已将此贼的尸体运抵京师，随时准备陛下验看。验看就不必了，朕相信你。谢陛下。此次臣率军攻破蛇灵总坛，俘获数百紫衣逆党。现已由刑部及大理寺共同接手，详加勘讯。怀英啊，臣在。袁天罡身死，萧清芳受首，总坛被破，可以说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可为什么你在奏折中还在说此案尚未结束？陛下，那是因为臣发现了几个疑点。哦，什么疑点？第一，蛇灵逆党人数众多，形势严密，共有22个堂口，数千部下。可此次总坛被破，臣只俘获了数百逆党。臣在搜查总坛时，发现了蛇灵在天下各道州中的堂口名册，因此命人星夜传谕各道州，即行率军剿灭。然而，日前臣在回京的路上得到了各道州的行文，所有堂口都是空的，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蛇灵逆党。哦，那么这22堂的蛇灵部下到哪里去了呢？第二，据证据显示，
袁天罡与萧清芳掌握了一个重大的秘密。然而，就在我们将要抓获萧清芳时，他却被一个神秘的人物杀死灭口。灭口？正是。可萧清芳是蛇灵之首啊，有谁能将他杀死灭口？陛下真是天纵聪明，所言一语中的。这就说明，在蛇灵中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正在掌握着这个秘密。而且，据臣推断，这些逆党定已协同蛇灵22堂的属下秘密潜入洛阳，准备暗中行事。什么意思？陛下，而今洛阳城中强敌环伺，而我们却还不知他们的目的，更没有掌握这些逆党的动向，因此，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你需要什么？臣请陛下与臣变异行事之权。准奏。谢陛下。停下。狄春。哟，小子狄春叩见大将军。哎呀，好了好了，狄阁老回来了吗？哦，大将军，我回来了。阁老，你可算是回来了。大将军，一别数月，诸事安好吧？好，都好。阁老，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蛇灵总坛已被我们击破，逆取萧清芳受首。太好了，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此话怎讲？现在还不好说呀。大将军，我正要到千宁卫府去见你。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阁老，自您走后，我派千宁卫日夜监视太子宫，果然如您所说，太子宫的侧门每天都有10数辆运土的大车驶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3天之前。你是说，宫事3天之前刚刚完竣？应该是的。我派2名卫士混进太子宫，他们回来说，后园严密封闭，任何人不得进入。听宫中的内侍说，是要挖一个荷花池。是啊，临行前太子对我也是这样讲的。可是挖一个荷花池，何必要将后园全面封闭？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是啊，此事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且自您走后，太子深居简出，2个月未出宫门一步，这也是奇事一件。前些日子，太子贪恋女色，每日早出晚归，皇帝屡屡下诏申斥，他都不能自己，以至于触怒圣上，险些生出大事。临行前，我还到太子宫中去劝诫了一番。可此次他竟然能够2个月不出宫门，实在是令我感到万分诧异。这与他的性格大不相符。就是他能够痛改前非，也不会如此决绝。这不合乎常理，更不合逻辑，里面定有蹊跷。蹊跷？什么蹊跷？我要到太子宫走上一遭。
前牛卫严密把守二堂，一刻也不许松懈。是。放到里面吧。怎么样，小梅？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吧？我第一次也是这样，在江湖上漂泊多年，过尽了刀头舔血的日子，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仙儿，我真羡慕你，有了自己的窝，能和爱人长相厮守。我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呢。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就住在一起。来，怎么样？这床够大吧？仙儿，能够再和从前一样，真是太好了。我怎么也没想到，苦尽甘来，我们又能在一块儿了。今后不许再叫显儿了，叫如燕。哼，这名字可够俗的。虽然很俗，但是我喜欢。我再也不想做原来的苏显儿了。我理解。哎，如燕这个名字是挺俗的，但是小梅这2个字不俗吗？你敢说我？卢先生，这里还满意吗？哎呀，非常好，非常好！老朽这辈子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呢。您还有什么需要吗？只需要一张桌案。您放心，我立刻命人给您抬来。哎呀，如此便有劳了啊！哎呀，阁老，太子殿下，阁老，您回来了。是啊，刚刚听简之讲起，太子近来深居简出，怡养自得，实在是社稷之幸啊。阁老恭亲劝谏，李显敢不痛改前非？太子此行上合圣意，下顺人心，实乃大明大治之举啊！记得老臣临行之时，太子殿下曾说要在宫内建一座荷花池。正是，正是。不知宫事是否完竣呢？已经完竣。难得今日风和日丽，太子殿下是不是引老臣到新建的荷塘旁玩赏一番呢？当然，阁老请。请。请。请阁老。请。殿下，这荷塘是何人设计啊？是请人设计的。殿下，恕老臣直言，设计之人不通园艺之术，不谙景致之学，更兼胸中无半分雅骨。此堂建成，大破后园格局，实为不伦不类，难入王侯弑父之地呀！有这么差？老臣如此说，还是给殿下留了几分情面。如果老臣所记不错，太子宫中是不能随意动土的，要通过太子内方局。不知此次公事是否报内方知悉呀？那倒没有，这只是我心血来潮搞的一点小玩意儿。是这样。此事如果让圣上得知，
太子恐怕会领一个大不是啊！依老臣愚见，太子最好还是将此事呈报内方局，命有司前来彻底丈量池塘的梁度及两旁山石亭台所占地面的宽窄，备下立案，以防不时之需。我看就不必了吧。哦，却是为何？太麻烦了。太子殿下，您这是怎么了啊？内方局就在东宫之侧，派个内侍打声招呼，让他们过来丈量备案也就是了。如此简单之事都嫌麻烦，一旦日后有司查出殿下违犯定制，私建园林，那可就不是麻烦了。您就要直接面对皇帝的诘责，这二者相比，不知哪一个更加麻烦呢？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宫里最近太忙，过几天吧。过几天不是不可以，但是此事殿下一定要放在心上。请阁老放心。好，殿下，还记得几年前在湖州发生的那件蜜蜂案吗？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当时我们冲进湖州城中那座小院后，又发生了什么？您还想得起吗？当时好像是太子殿下。阁老，后面有点事情，我要去看一看，暂时失陪。太子殿下，您去忙吧，老臣在这园中随便看看。阁老请便。怎么样？哎呀，多亏了你啊！再让他问下去，就要露出破绽了。狄仁杰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否则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荷花池来？他刚刚说私建园林有违定制，让我上报内方局，命有司前来丈量。这样一来，可就彻底露馅了。那你是怎么说的？我推说宫内繁忙，过几天再说，就这样给推搪过去了。不好，要立刻将此事上报雪玲。老爷，好深的荷塘啊！碧晨，有人落水了！快救人呐！快救人！来得好快。起劲！正一小心！哎呀，你这小厮简直岂有此理！竟在太子宫中做出如此愚蠢之事，看我回去不打断你的狗腿！还不起来！老爷，小的该死，小的该死。烦劳你通禀太子殿下，就说家人丑行失态，狄某先行告辞了。狄阁老请便。还不快走！是在这里丢人现眼。哎呀，快走快走！走走走！是。想不到你这小厮还真有些演戏的天赋。老爷，你演的也不错啊。在水底下看到了什么？水很深，而且很浑浊，隐隐约约的看到水下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方框？正是。起轿回府。是。起轿。
哦，元芳啊，大人，今日到东宫，有何收获？那个太子是假的。假的？我只是试探了他一下，便立刻破绽百出。是蛇灵的人，这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果然将太子换掉了。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动，而且换掉太子绝不是在宫中进行的。如此说来，太子的处境堪忧啊！要不要立刻动手清除逆党，救出太子？太子现在在他们手上，还不至于伤及性命。可一旦我们贸然行动，打草惊蛇，那太子可就危险了。大人，他们替换太子侵占东宫，到底有什么目的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看，定然与袁天罡和萧清芳身负的秘密有关。哦，临到柳州之前，我在太子宫外发现有很多辆运土的大车不停地驶出宫门。当时我就觉得此事非同寻常，于是，在临行前，我命大将军桓斌严密监视。果然，今日桓斌对我说，运土的大车直到3日前才停止，持续了2个多月。是啊，当时我曾询问过贾太子，他对我说是要在后园中挖一座荷花池。今天我特意要他带我去看看。那座荷塘建得不伦不类，怪异之极。而且你想一想，挖那样一座方圆不到5丈的荷花池，需要用2个月的时间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想到这一点，我便使用诈术。果然，太子惊慌失措，破绽顿显，竟然连几年前湖州密封案的事情都说不上来。由此我断定，这个李显定然是假。他走之后，我命狄春假意跌入荷花池中，沉入水底看个究竟。池中有什么？他对我说，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方框？正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挖这座荷花池？为什么要将这个方框放入池内？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用2个多月的时间挖了一座荷塘，在里边放置一个方框，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方框，你去将那张纸取下来。大人，那些草纸上所绘的方体，与荷塘中的方框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呢？方体、方框、数算。大人，这儿还有。
这好像是一座水闸。水闸？这2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大人，这有什么用啊？就是啊，难道这牢中之人要去修水渠？这荷塘之中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定然是图纸上所绘的那道水闸。大人，您说什么？元芳啊，你还记得在寒光寺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我们找到的那些图纸吗？当然记得。那上面绘制的是什么？当时您说，好像绘着一个水闸。当时如燕还说此人是要修水渠。大人，您是说袁天罡设计的那道水闸，就是今日狄春在荷塘中看到的那个方框？正是。下午狄春对我说，他沉入荷塘之中，发现池中的水很深又很浑，所以只是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其实他看到的那个方框不过是这个立方体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隐藏在更深的水下，而塘水又非常浑浊，因此他没有看全。其实他所看到的那个方框就是图纸上绘制的那座水闸。是这样。看来这座水闸非常巨大。可是荷塘中的水是死水，要水闸何用呢？是啊。元芳，陆成在吗？在西跨院。你去请他过来。是。哦，来啦！哎呀，元芳啊，陆先生，大人请您过去一趟。好，那我们走吧，请。哎，陆先生，请吧，请。大人，陆先生来了。哦，大人。哦，陆先生，请你过来看看这些图纸。这是在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发现的。你精通数算、制造诸行，请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哦，哎，这似乎是一道水闸呀。哦，与我所见相同。哎呀，此闸设计得非常精巧。哎，是靠水的浮力开合闸门，应该是用于引水渠的槽头之处。大人，您是说这是老主人袁天罡设计的？应该是的。那他设计个水闸干什么呢？真是奇怪。是啊，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哦，陆先生啊，在袁天罡被捕之前，你一直跟随在他的身旁，是吗？正是。老朽跟随老主人已经36年。哦，你对他一定是非常了解吧？啊，可以这么说。
这是在他的包袱中找到的2本上古历书。你看一看，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哎呀，这上面说的全是洛河附近的天候节气和水文变化。上面还记载着古代洛河河水几次突涨，也都与节气有关。你是说，这2本历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候水文？啊，正是。洛河，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候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啊，而且老主人精通天文历法，并且经常演算变通，能将自然之术说得非常准确。比如何时刮风，何时下雨，何时地冻，甚至江河之水何时泛滥等等，也尽在掌握之中。因此时人多传他是仙师下凡，卜算奇准，就是这个缘故。10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难道袁天罡说的是真的？大人，您说什么？陆先生，你再仔细回忆一下，袁天罡被捕之前，有没有对你提到过“洛河神异”这4个字？从来没有听说过。大人，老朽不知您说的这个洛河神异是出自谁人之口。如果是老主人所说，那也许就是他经过推演之后发现了什么。好，陆先生，你所说的很有价值，回去休息吧。那老朽就告退了。大人，您刚刚说的洛河异事是怎么回事？月前，在含光寺，皇帝曾经说过，10年前袁天罡在天牢之中对他演讲，10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这等妖人的话怎能听信？不，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数算之学，恐怕他在天牢之中对皇帝所言并非虚妄。我想，袁天罡所绘的那道水闸，定与他所说的洛河神异有着紧密的关联。什么关联？你仔细想一想，水闸、荷塘、洛河，这3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卑职想不出。当然是水，这3者都与水有关。是的。袁天罡在狱中穷10年心力，以数算之法精心设计出了这道水闸。现在此物就在太子宫的荷塘之内，而太子宫离洛河仅1墙之隔，
虽然我现在还说不出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何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巧合啊！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我可以断言，袁天罡与萧清芳身负的那个巨大秘密，定然与洛河神异有关。大人，是不是太复杂了？现在一切都是猜测，要想得到证实，就必须从贾太子身上着手。那您想怎么办？我们的对手太狡猾了。自大洋山总坛被破之后，他们就再没有露出过任何一点马脚，这使我们非常被动。首先，袁天罡手中的秘密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这就致使我们无法判定对手的目的，因而就无从掌握他们的动向，更谈不上破解阴谋。可大人，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啊。话虽如此，可这些蛛丝马迹并不能够说明问题，更不足以粉碎阴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对手可以静以待变，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成竹在胸。可我们却不行。面对一个未知的阴谋，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解秘密，铲除逆党。元芳啊，现在才是最困难的时候。大人，您有什么想法？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孤身犯险，打草惊蛇。怎么了，弟兄？听到什么动静吗？没有啊。让弟兄们睁大眼睛，一切小心在意。好，你就放心吧。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刚刚他在咱们的屋外啊。他走后，我才悄悄跟了出来。你怎么不叫醒我？看你睡得那么香，不忍心叫你。这家伙奔正堂去了，咱们去看看。走。你没事吧？让那狗贼咬了一口。元芳，大人，如烟，叔父，还好，没有毒。大人，是他。哦，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元芳，一切按计划行事。您放心，记住要小心在意。老爷是。老爷，怎么了，地锤？您看，地川，没有惊动旁人吧？小的哪能那么傻呀？元芳，是。太子殿下，李使，怎么了？圣上口谕，传您到上阳宫麟德殿见驾。哦，什么时候？马上就去。啊，怎么还不来啊？哎，大将军，您看来了。洛年，太子殿下，圣上有旨，命末将引领太子殿下前往。啊，有劳了，请。哎，大将军，这不就是麟德殿吗？皇上现在已到御花园，请太子到那里见驾。啊。大将军，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到你该去的地方。啊！拿下！带走！走！快走！进去！阁老，是你啊？是啊，没想到吧？皇帝呢？你就不必见皇帝了。你这蛇灵逆党，真是胆大包天，竟行如此丧心病狂之举，真是罪该万死。你说什么呀？事到如今，还在本阁面前做戏。实话告诉你，今日你道出真情，还字罢了；如若不然，顷刻之间便叫你粉身碎骨。我不懂阁老的意思。哼哼，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不懂？好啊，小梅，怎么还不说实话？我，好吧，我先替你开个头。你是蛇灵武堂堂主血灵的下属。你们一干人被大姐萧清芳选中，假扮太子李显，还有朝中阁臣，对吧？你怎么知道？你的问题太多了。我来问你，为什么要替换太子侵占东宫？我是九堂堂主小梅。啊？我可以告诉你，大阳山中的总坛已破。大姐萧清芳被杀，现在蛇灵已经完蛋了。听我好言相劝，将真情从实道来，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我说，我们是蛇灵武堂堂主血灵的麾下，3个月之前奉命来到洛阳，任务是以小慧的美貌勾引太子，令其上钩。而后在暗中用我将其替换，从而达到占领太子宫的目的。小慧是谁？是我们武堂的首领。太子现在何处？就关在后园的偏殿之中。你们占领太子宫的目的是什么？接引早已潜入城中的22位堂主及麾下2000多名部众，进入宫中。什么？22堂部众已全部进入太子宫？正是，他们是化妆成太子卫帅，分批进入的。你们潜入太子宫，不会没有目的吧？
22堂麾下奉上峰之命，在太子宫偏殿及后花园中挖掘隧道及一口荷花池，并将一座活闸口放入荷塘之内。那隧道和闸口是做什么用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真的吗？真的，您是蛇灵中人，最清楚咱们的规矩，大事上只有上峰才知道，我们这些底下人只是依令行事。那你们的隧道通向何处？入口在太子宫后园内的偏殿，出口在洛阳城中千亿方内。哦，隧道只挖到千亿方？正是。你认识那个地方吗？当然认识。好，你立即引我到千亿方。是。狄春，小的狄春拜见大将军。好了好了，不必多礼。狄春啊，有什么事情说吧。这是李将军让我交给您的。元芳，正是。他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是不是出事了？啊，李将军要务冗臣，无暇分身，特命小的前来下书。你马上回去上复李将军，就说我立刻准备。谢大将军。大人到了，就在关键。牵牛卫已经在那里布防了。好，快跟上，这边快。就在里面。这里离上阳宫很近呢，只有一街之隔。千亿方是洛阳城中距皇城最近的方里，离太子宫也不远吧？正是，出千亿方东门就是太子宫。大人，隧道的出口就在堂内，头前带路。是。大人，就在这圆桌下，把它打开。是。掀开方砖。元芳，如烟，你的伤不要紧吧？已经没事了。想不到李将军还会怜香惜玉呀。哼，如烟，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说。你是怎么了？干嘛这么正式啊？说好了，你可不许跳起来。大人就在下面。拿火把来。是。下去看看。是。你说什么？嘘，小点声。我不相信。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好大的隧道啊！难怪需要2000人挖2个月的时间呢。狄大人，他们要这么宽大的隧道有什么用？难道是要暗中潜藏兵马？好，前面就是太子宫后园偏殿吗？正是。这段路虽然距离不长，直线挖掘只有5、6里地，但是按上峰要求，一定要挖到5丈宽、4丈高，因此才花费了如此众多的人力和物力。这隧道到底有什么用？难道欲引洛河之水进入隧道？大人，您说什么？不对呀，将洛河之水引入隧道又有什么用呢？这隧道只挖到了1000亿方，离上阳宫还有一段距离。
没有道理呀。阁老，什么洛河之水啊？您在说什么？没什么。啊，大将军，我们立刻返回，前往你的牵牛卫府，马上集合大队卫士，整装准备，只待天色一黑，我们便从隧道暗入太子宫，救出太子，消灭逆党。是。我们走吧。请。如烟，事关者大，只要你应下了这件事，一切就都掌握在你的手中。放心吧，我一定不辱使命。慧姐，怎么样？他回来了吗？我到宫门打听了好几次，守门的牵牛卫说太子还没有出来呢。不好，一定出事了！你马上到宫门候着，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报告。是。慧姐，血灵来了。哦。走，去见他。这就是偏殿，荷堂在这个位置，蛇灵22堂的属下化妆成太子卫帅，住在这几排房中。大将军在，救出太子之后，迅速解决宫中的蛇灵逆党。一旦走漏风声，在城中引起变乱，那就大事不妙了。阁老放心，大队已在前一方外等候。好，大将军，命令众军悄然行动，绝不能惊动敌人。是。已是初更，是时候了。阁老，按您的吩咐，已传下军令。好，传令众军迅速进入隧道。是。大人，拿下太子宫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先救出太子，而后将潜伏在宫内的蛇灵逆党一网打尽。我想他们不会没有反应。快跟上！快！闪开！就是这里，上面就是偏殿。好，大将军，立刻行动。阁老，上面太危险了，您先留在隧道之中，待末将清场完毕，您再上来。好吧，再说一遍，众军悄然行动，绝不可打草惊蛇。阁老放心，张焕、李朗齐护潘越，保护大人，其余人跟我上。那边警戒，快！是。其他人包围后援，快！是。快点！快！看来进行得很顺利。
看完毕，你上来吧。好，二位上去。大人，我先上。太子在什么地方？就在偏殿内。大人，请。太子在哪里？就在前面。张环、李朗在，守住偏殿。是，其他人随我去救太子。请。太子殿下，啊，阁老，太子殿下，殿下您受苦。阁老，殿下节哀，事情臣都知道了。是我一时不察，误中歹人奸计，我真没用啊！好了，殿下，一切都过去了啊，我们出去吧。哎。慢点。哎，这殿中的烛火怎么都熄灭了？殿下，这边请。好。带起去。是。阁老，这是怎么回事啊？太子殿下，不要惊慌。哼。环弼，这是怎么回事？狄阁老。您号称世上最聪明的人，怎么连这一点都想不通？你是蛇灵的属下，没想到吧？能让狄仁杰如此吃惊，真是世间一大快事。不错，我就是蛇灵一堂堂主。我说寒光寺中的刺客是谁放进去的？原来是你。说得太对了，只是此时才想到，已经为时太晚了。小梅，保护太子。不必了，狄大人，蛇灵中的6大杀手，你已经见过5位。我想你的心里肯定一直在猜测，排行第2的血灵到底是谁，对吗？你是血灵？哼，不错。我就是血灵。该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是你。他就是血灵。元芳，你可能有所不知。血灵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孪生姐妹。上一次在山谷中，我就是上了他们的当，才身中剧毒。原来是这样。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血灵竟然会是小梅。小梅现在正跟随在大人身旁，一旦她出手加害，以4大军头之力无法与之抗衡。怎么，小梅随狄大人去了太子宫？正是。元芳，我们要立刻赶到太子宫，向大人禀告。晚了，
后果不堪设想。这样吧，先将他捆绑起来，收于后园。我二人立刻赶往太子宫。我终于明白了，此事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圈套。首先是桓斌，利用自己牵牛卫大将军的身份，暗中探查，终于侦知了袁天罡被关押在寒光寺之中。他将消息传到蛇灵总坛，萧清芳便立刻开始行动。第一步就是小梅。不错，当时青阳客栈出现了显儿留下的蛇形标记，这令我大吃一惊。我立刻将此事报告了萧清芳，他要我暗中与李元芳见面，故意将寒光寺之事透露出去，引起你的注意。哼，果然。小梅，怎么样？啊？快，赶回洛阳！快！洛阳哪里？山。什么？果然，李元芳中计，赶回洛阳将此事禀报给你，而你呢，经过一番分析，最终将焦点落在了寒光寺和闪灵的身上，而此时桓冰则安排我和闪灵进入寺中。寒光寺中赐驾的第3人，原来是你。不错，没想到吧？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打算杀死武则天，只不过是要令他心存疑惧，从而将老主人袁天罡转到寺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暗中下手劫夺。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哼，果然。一切都照着我们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桓斌，下面的就由你来给聪明的狄大人解释解释吧。赐驾的当天晚上，武则天就派内卫府大阁领黄胜彦来到寒光寺，用朱果将老主人袁天罡提走，而我呢，则命亲信李副将率领22堂下属，扮成牵牛卫，在半路等候。不对呀，弟兄们，小心！王将军，这么晚了，到寒光寺有何贵干？我道是谁？原来是李副将。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赐驾之事尚未了结，本将军率牵牛卫在此设伏，严查过往之人。难道连内卫也要查吗？本将不敢，只是要问一问王将军是来做什么的。我奉圣谕，率内卫到寒光寺公干，怎么样？这总行了吧？啊，王将军，请吧。好，李副将，告辞了。弟兄们，走。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我说内卫们怎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原来他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杀的。是的，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推理找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勘破了寒光寺中的地牢，发现了老主人的身份，真可算是神乎其技呀！这一点也是你们没有想到的吧？不错，本来
我们只是想引你去灭掉萧清风。哦，为什么？狄大人，不要着急，我们还有的是时间，这一点会有人向你解释的。你们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元芳，文忠，你们来了。大人，大人，我们来了。你不是一直在昏迷吗？那当然是个障眼法，是我和狄大人给你们使的障眼法，否则你那个杀手妹妹会上钩吗？她在哪儿？当然是倒在了我们手中。现在你是跪下受缚呢，还是要我们动手？你们杀了她？当然没有。陆先生，血灵，你没有受伤？是的，我并没有打伤他。狄大人，今天夜里令你感到吃惊的事情，似乎是多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你放心，我们会让你一一明白，因为这一切从开始就是早已精心策划好的。如此精彩绝伦的设计，如果不让你明白，那岂不是明珠暗投？不要说你会死不瞑目，就算是我们，心中也不会舒服的。你到底是谁？哎，狄仁杰聪颖过人，推理如神，难道真的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袁天罡并没有死，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不错，我才是真正的袁天罡。那总坛中的死者是谁？那当然是鲁成。你心里一定在想，大名鼎鼎的狄仁杰还从没有如此失败过，因为你的对手是袁天罡。让我们从头说起吧。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2本上古的历书，里面详细记载着洛河的天后水文。当时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然而回到家中仔细研读之下，却发现书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什么秘密？洛河西通谷水，南连曹渠，北接运河，水文情况极为复杂。书中记载了洛河上古年间出现的10几次可怕的泛滥。于是我按照书中记载的当时天后以历法之术进行推演，发现那并不是洪水泛滥，而是洛河水受日食或月食的影响而引发的巨大暗涌。暗涌？正是。按照书中记载，每一次暗涌的时间都是日食或月食发生之时。日食？是啊。当时我得到这个结论以后，便详加推算，终于得到一个惊人的结果，那就是10年之后将会有日食发生。得到这个结论后，我非常震惊，
对于洛阳来说，日食就意味着暗涌，那将是天地间积蕴的一股神秘力量。这暗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将它称作洛河神意。记得昨天你还问起了这件事情。哦，不错，我是听皇帝在寒光寺中对我提起的。是的，一旦暗涌爆发，洛河两旁的堤岸会被彻底撕裂，河水倒灌纵溢，将两岸的街道民房全部吞噬。这暗涌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正是，这是自然之术，无法避免。当时解读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就想到了，如果能将暗涌善加诱导，使它的力量不向两岸延展，都集中于一点上，那定会形成摧枯拉朽、拔山起岳的巨大冲击力。不管什么东西，在它的面前都会土崩瓦解。那么这股巨力，如果用于武则天身上，它会怎么样呢？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将地点选择在太子宫。哦，为什么？那是因为太子宫与洛水和上阳宫之间的距离都是最近的。你在太子宫中挖掘荷塘与洛河相连，并在荷塘之中放置水闸，平时洛河之水无法进入到荷花池中，然而一旦暗涌到来，水量骤然加大，此时水闸便自行升起，使暗涌冲入荷花池内，以摧枯拉朽之力撞破荷塘四壁，进入隧道之中，沿隧道直奔上阳宫麟德殿下而去。此时正是大潮时间，麟德殿倒塌，将皇帝以及所有的大臣埋于地下。于是你们便用那些义过容的太子阁臣，将我大周的天下偷梁换柱，窃取到你的手中。这也就是你炮制洛河献碑，骗皇帝迁都的原因。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为我所用，我袁天罡何愁大事不成啊？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求部下只将隧道挖至千亿方，而不延伸到上阳宫麟德殿之下呢？那是我精心计算过的。千亿方与上阳宫之间只有一街之隔，以暗涌之力来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冲毁那段壁垒阻隔，而进入上阳宫地下。因此我们完全不需要将隧道修到麟德殿下，否则既费时费力，更容易暴露，使计划功亏一篑。我今天彻底明白了，所谓洛河神意，原来是这样。是的，在地牢中，我用了10年的时间计算暗涌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刻，以及如何以力学之理引导这股巨力，不让它分散到别处，只集中于一点。直袭上阳宫麟德殿，将麟德殿武则天和所有朝臣一起埋葬。终于我想到了这个办法，真可以说是夺天地之造化。那么这个秘密萧清芳也知道吧？是的，他之所以还肯花费力气救我出来，就是想从我口中得知洛河神意的准确时间。这一点我也想到了，而且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芳一定很早就开始筹备此事。从小惠率人潜入洛阳，伺机勾引太子，取而代之，
到22堂部众按部就班开进太子宫，展开攻势。这一切都说明，他对此事已是蓄谋已久，只是不知暗涌的准确日期和时刻。非常正确。在我入狱这10年之中，萧清芳的权力欲急速膨胀。当桓斌和小梅将我从寒光寺中救出时，便将这一点告诉了我，而毁文中对他更加不满，早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一个引我前往大阳山消灭萧清芳的计划就诞生了。一点不错。你知道，在这10年中，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势力飞速发展，远非我能相比。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你。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将萧清芳除掉，那就只有你狄仁杰了。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会成为杀人工具。你确实是我的杀人工具，而且是一件很不错的工具。这时，一个计划慢慢酝酿而成。我先到柳州住下，命鲁城易容之后去替我对付萧清芳，而我则可以在暗中指挥这个计划。首先，萧清芳最信任的就是血灵，而血灵是一对孪生姐妹，就是小梅和小凤。她们俩是我从小带大，对我绝对忠心耿耿。萧清芳派他们2人到你身旁卧底，这正中了我的下怀。于是我将计就计，暗中命小梅将蛇灵总坛的状况对你详细言明，而后引你率军来到大阳山中，彻底摧毁萧清芳的老巢。果然，一切如我所料。你中计了，率大军来到大阳山中，拔除蛇穴，摧毁了总坛陀罗地。你不认为事情也可以这样说吗？这件事正是我要做的。当然可以，如果你觉得这样说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的话。与小梅引我前往大阳山同时进行的是你开始安排第2路卧底之人惠文忠。当时你们定是通过大阳山中的蛇穴得知元芳和如燕已到，于是便精心安排了惠文忠与萧清芳以及贾元天罡的决裂。惠文忠与2位血灵在萧清芳面前合演了一出中毒的闹剧，而后随着你袁天罡的指引，逃入元芳和如燕居住的小庙，被这2人救下，顺理成章地埋好了这第2条暗线。精确的分析，只是稍微晚了点儿。难怪当时元芳曾经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怎么样？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哦，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无大碍？事情结束之后，元芳和如燕对我说起此事，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
中毒之人怎么会迈向平时呢？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你，惠文忠。哼，现在你好像忽然变得比任何人都聪明了。记得那天夜里，元芳、如燕和惠文忠是在你居住的那个蛇穴中过的夜吧？正是。那天夜里，李元芳和如燕来到蛇穴，我故意帮他们找到解毒用的药材，而在协助他们扶起惠文忠的时候，我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他的手里，那上面写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灌不进去啊！老张，你帮我一下。我来。还真听话。别废话，快喂药。这件事完成后，我便将他们指引到总坛陀罗地。本来你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将如燕留下，那么惠文忠便能够顺利地卧底在我身旁。而李元芳太难对付，必须下手除掉。于是你暗中跟到陀罗地，亲自指挥。立刻动手除掉李元芳。放心吧，万无一失。这样，元芳在陀罗镇上就遇到了那个身穿蝮蛇衣服的杀手。其实，那个杀手不是别人，就是你惠文忠。你之所以身穿蝮蛇的衣服，不过是为了分散李元芳的注意力，令其无法猜测你的真实身份。一点也不错。于是，你二人在街道上展开激战，元芳故意中招倒地，而你却认为自己杀死了他，便从杂货店中走机关进入山穴。怎么样？干得了。好，赶快进去吧，千万不要露出破绽。我说的没错吧？没错。你可能没有想到，这条道我也曾走过。
当我听到元芳说起镇上那个神秘杀手之时，便立刻联想到了这件事，当然随之也就想到了你。你可真是诸葛亮，只不过是事后的。本来在这个计划里，你并没有打算自己露面，并没有打算直接面对我。然而，毁文中过于自大，没有杀死李元芳，这才使你的计划不得不中途改变。不错，文中没有杀死李元芳，而萧清芳手下的那些蠢蛋竟将李元芳抬进了总坛，致使他盯住了我。我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变换策略，决定亲自协助你们消灭萧清芳，并且自己也进入到你的伞翼之下，得以更直接地了解你们的动向，指挥行动。这个主意一打定，我就答应李元芳帮助你们击破蛇灵总坛。总坛被攻破，这是你想看到的，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因为他一旦被俘，必然会说出洛河神翼的机密，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不错，萧清芳必须死。然而当时我们在总坛的人手却不够。是啊，当时2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毁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毁文中动手。还请卢先生莫辞辛劳，引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叨劳啊？好，杨方仁阔在。你2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毁文中的安全。是。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是。慢着。而后，毁文中便潜入通道之内，寻找萧清芳的踪迹。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6号暗门，2号从9号蛇穴逃出总坛。大姐，到6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祸其萧强啊！陆成、小梅，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是你！我说的不错吧？不错，说得很对。你回到祭坛后，为了怕我追查杀害杨方仁阔的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便使出了苦肉之计，用刀将自己刺伤。
你这苦肉计果然管用，将大家所有怀疑的焦点都引离了你这个最该怀疑之人的身上。然而，当我回到客店，详加验看尸身，便立刻觉得非常奇怪。以杨方、任阔二人的武功，绝不可能在全神戒备的状况下被人割断了喉咙，却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因此，我断定下手之人一定是个熟人。你现在才断定，是不是有些晚了？李阁老，说句心里话，我真佩服你的口才，竟然能够将大败说得像大获全胜一般津津有味。其实胜败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界限，时而此，时而彼。你可千万不要将胜利看成是不变的。什么意思？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知道，那天夜里，在陀罗地的客店之中，血灵小凤去找毁文忠，是奉袁天罡之命前去联络，只不过被狄春撞破，这才假戏真做。老主人让我告诉你，一切小心在意，最近不能再出手了。这苦肉计用完，我也没法动手了。你上付老主人，让他放心。拥抱自我，快！快来人！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吧？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猜测。猜的倒是很准确，不过，你现在猜这些还有什么用处呢？没什么，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很准确，就是太晚了。至于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是啊，还有，就是萧清芳最关心的，洛河神医究竟是哪一天？放心，你一定能够看到。就在明日辰时3刻，日食便会来临。接踵而来的便是可怕的暗涌。到那时，宫廷道观、神庙崩摧，武士和礼堂的天下便彻底终结了。而作为你狄大人，从现在起，你便要待在这里，直到此事结束，因为你和太子是我们的护身符。你知道，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很不容易。我希望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事。你怎么？你也配？狄仁杰，现在这种境况之下，恐怕还轮不到你这阶下囚发威吧？想听听我的故事吗？什么意思？从你死而复活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蛇灵安排在我身旁的卧底。哼，是吗？那你可真聪明。就请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知道的吧。第一，青阳客栈是你秘密开设的，不光是为了要见如燕，还要约见像毁文忠这些所谓的好朋友。我说的没错吧？一点都没错。那么，既然你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而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第二，我刚到客栈，那里就发生了杀人命案，而且死者恰恰又是我最关心的蛇灵逆党成员。
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0。第三，你们杀死那2个蛇灵下属之后，为什么不逃离客栈，却还像没事人一样悠闲地住在那里，似乎是专门等候官府和我前来查案？第四，也是你最致命的一点。哦，哼，是什么？就是那张画有蛇形标志的纸片。这件蠢事彻底暴露了你的身份。据你所说，那张纸是2个前来寻找你踪迹的蛇灵下属带来的。请问你，吴降将这2人杀死之后，为什么不将这张随时可以暴露你身份的纸片销毁？你们蛇灵中人不是最讲的就是清理现场、销毁证据吗？怎么会犯如此低级愚蠢的错误呢？哼，继而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错误，这张纸就是为了故意要让我看到，从而将你引出。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哼，狄大人从来没有栽过这么大的跟头，这是在为自己找回面子。是，真是可笑。狄大人，我刚刚说的话，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考虑。明日之后，5州的朝廷便不复存在，一切都由我们来重新创造。这可是天赐良机，如果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业，那你就是开国元勋，裂土封疆。岂是你现在一个区区内史可比呀？哼，袁天罡，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兀自做着什么千秋大业的美梦？哼，真是匹夫撼树，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像尔等这般阴险恶佞、歹毒残暴的恶贼，人若不除，天必除之。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狂言什么成就大业、裂土封疆，真是恬不知耻，可笑之极。你而以为苍天之下可容逆贼乎？狄仁杰，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夫好言相劝，你却恶语相加。我看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处境有多危险。实话告诉你，你的死期就要到了。昨天夜里，你在屋中烧毁了一批数算用的图纸，是吧？你怎么会知道？当然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哦，我倒想听听。还记得昨天夜里我们关于洛河神异的一番对话吗？你是说这2本历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正是。洛河，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洛河经线八卦碑的真相，只有皇帝和袁天罡知道。当年你率人在洛水河畔炮制此事之后，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岂不是都被你杀死灭口了吗？可昨天夜里，此事竟通过一个下人之口说了出来，而且说的是那么轻松随意，似乎
是他自己做的一般。于是，我便命狄春监视你的房间。果然，在今天清晨，找到了那些灰烬。从这时起，我就知道，你不是鲁成，而是真正的袁天罡。好啊，说得好。既然你如此聪明，已经推断出了一切，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又为什么会成为我的阶下囚？你以为我真的会落入你的圈套吗？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一点雕虫小技，便可以骗过我狄某这双眼睛？实话告诉你们，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到了。怎么回事？不知道啊，难道是千牛卫？我去看看。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这是大将军王孝杰率主力攻破太子宫，诛杀逆党的声音。啊！你说什么？老主人，官兵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主人，是右卫为主力，咱们的人全完了。袁天罡，今日狄某之所以孤身犯险，设此巧局，就是为了要摸清洛河神异之谜，以及它发生的具体日期。果然，你们得意之下无所顾忌，将机密对本阁和盘托出。事到如今，你们还想全身而退？做梦！你们的末日到了！可你和太子还在我们的手里。文忠、小梅在，将他们拿下。是。可笑你们这些狂妄自大、自作聪明的蠢货！事到如今，居然还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动手！你不是小凤。说对了，我不是小凤。怎么样，被欺骗的滋味好受吗？之中趁了软甲，你的意志点在了我的甲胄之上。现在才是我们两个的生死之战。等我看，你是不是像自己在陀螺地吹嘘的那样厉害？保护大人和太子。是。嘿。大家一起上，杀了他们！
且，大帅，太子，无怨不怒。大将军，我们受惊了。小杰呀，辛苦了。若不是你及时赶到，我这把老骨头就要被蛇灵逆党们拿去了。哎，大帅对小杰恩重如山，小杰万死难报，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哥老，这下总算是安全了。是啊，小杰，命令属下清除蛇灵逆党。是。这一刀是为了所有被你欺骗的人。陛下，陛下，太子获救，袁天罡成擒，蛇灵属下22堂共2000余名逆党被一网打尽。现在臣可以这样说，邪恶的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老臣不辱使命，向陛下交旨。淮英啊，臣在。这一次你彻底粉碎逆党的奸谋，不但救了朕的性命，更挽救了何朝大臣的生命。力挽狂澜于危殆之下，保住了我大周的江山社稷。如此大功，朕该怎么封赏呢？陛下，这是老臣使职当为，赏赐就不必了。以臣愚见，处置袁天罡就不用惊动阁僚了，便由微臣替陛下全权办理吧。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
就这样让我死，不是太便宜我了吗？你还是这样死去，比较平静。你我平静，皇帝平静，天下平静。我明白你的一番苦心，你是怕，一旦我说出了迁都洛阳的真相，皇帝在众臣面前就会立刻威信扫地。此事开端，便是你发现了洛河暗涌之谜。这个秘密一经发现，你立刻起了歹意，一个弑君夺位的计划便诞生了。你利用司天监监正的身份，精心炮制了所谓洛河献碑，使皇帝相信了你的鬼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不光如此，你知道我的根基在洛阳，如果不能把皇帝骗到这里，那么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于是我想到利用武则天迷信鬼神这一弱点，制造出震惊天下的一幕。你是个聪明人，可惜走错了路。我想现在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了。其实我不过是错走了几步棋。你错了。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天下宁定，黎庶安危。而你们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阴险歹毒，滥杀无辜，更有甚者，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因此，你们的失败是注定的，而不是错走了几步。败在你的手中，我心悦诚服。一代枭雄啊！大人，这样死真是太便宜他了。怎么了，大人？元芳啊，你我恐怕要暂离巢阙呀。暂离？这是什么意思？皇帝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会信任任何人，对你我也不例外。您是说他会？我们还是自己离去吧。陛下，张阁老在园中等候，说是有要事启奏。叫。是。张阁老，请。陛下，简之，什么事如此紧要啊？今早栾台接到了狄仁杰大人的奏折，奏折中说他身染沉疴，不能勤劳公事，因此请陛下恩准其辞去内史之职，起骸骨携家人归田养老。奏折中还说，他的部下李元芳因不忍与其分离，也向魏府提出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随其共赴田园。老家伙！陛下，臣以为此事大为怪异。几日前我与狄公见面，他的身体还非常健硕，怎么会不到2天功夫便身染沉疴？更奇怪的是，狄公身为宰辅，怎会因偶然疾恙便向陛下起骸骨归田养老？这里面
定有蹊跷。简之，你以为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啊？陛下，狄公者良助之才，且权掌中枢，更为陛下以如父心。朝中缺了他，不仅会影响朝事的日常处置，更可虑者恐怕会引发党人之争。因此，陛下，臣以为不可准其归田。准奏。啊？什么？陛下，此事牵涉朝事安定，望陛下三思。你以为朕想失去帝怀英吗？他太了解朕了，这是退而求朕心安呐。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明日一早起行。10多年了，一旦离开，心中却是有些不忍呐。大人，我真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远房啊，为臣子者，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这就足够了。至于个人的一些委屈，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啊。我真是佩服你，心境永远如此平和，真是悲喜物外，大智大用。好了，不说这些了。明日起行，要悄悄地走，万不可惊动任何人。是，请大人放心。远方，这就是10里长亭啊。走吧，我们去看看。如爷。
往事如烟呐。多少送别，多少凄惶。想当年，我送老师阎立本，便是在这亭中。阁老，阁老，殿下，怀英兄，简直，大帅，小杰，殿下，有劳你了。我狄仁杰还能有诸位倾心相知，千里送行，心中万分感激。多谢。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永远是孝杰心目中的大帅。孝杰深情厚谊，狄仁杰永记在心。元芳，此去关山万里，如果大帅和你有什么需要，只要鸿雁托书，孝杰万死不辞。是啊，孝杰所说，正是我们的心声啊。是啊。怀英兄，前路多艰，你要多多珍重啊。朝中之事，就拜托诸位了。请怀英嫂放心。诸位，我们就此别过，一切珍重。狄公珍重。简直啊！臣在。狄怀英走了。是。简直啊！此时你一定在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8个字吧？陛下，臣万死不敢有此念头啊！好了好了，你不要这么紧张。即使你这样想了，朕也不会怪你。陛下言重了。昨晚朕整整想了一夜，像狄怀英这样的忠良，朕就让他这样凄凄惶惶地走了。陛下，传朕旨意，狄怀英虽已辞去内史之职，但不允其归田。朕要效法太宗皇帝与宰辅李靖之故事，旨意狄怀英以原职致仕，以备咨询。臣遵旨。朕亲自为怀英选了一个休养之所——江州。江州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是个静养的好去处啊！你即刻传旨：第一，原狄怀英麾下牵牛卫仍奉旨维护其安全，随其前往江州；第二，命吏部前往江州传谕，狄怀英在江州的一切用度开销均由国库出给。是，谢陛下天恩，臣等感激涕零。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情义难舍，实堪怜悯，虽准其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然念其忠勤国事，屡建其勋，特进为检校牵牛卫大将军，随侍狄公。此旨欲达吏部，不必再行请奏。谢陛下天恩。朝事纷杂，朕不得不如此处置。朕愧对狄怀英啊！
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